他连续加班7天7夜，却被公司无情开除。然而他前脚刚离职，就直接导致数万名员工没饭吃。你被开除了，赶紧去财务那边结算工资。听到这话，他一脸懵逼，而周围的同事们一个个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这是柳如烟柳总，咱们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刚从国外回来，现在新能源汽车上下全部部门都是他在负责。你小子算是撞枪口上了，自认倒霉吧。柳氏集团作为全球500强公司，而新能源汽车项目部是集团目前最核心的部门，这种尸位素餐的人，我们集团不需要。上班时间居然敢睡觉，你当公司是什么地方？公司花钱招你过来，难道是让你来睡觉的吗？财务部的人呢？立刻给他结算工资，我不想这个人明天还是我们柳氏集团的员工。柳如烟刚回国，就和电视台的节目组合作造势，以此扩大他在集团方方面面的影响力。我去，这就是霸道女总裁的气场啊！上来就开人，好家伙，不愧富家千金啊！这眼神，这气质，看着就高冷无比。该说不说，这柳如烟长得的确挺漂亮，但上来不管缘由就开人，也太霸道了吧！您好歹问一句再说啊！这还问什么？上班时间睡觉，一看就是在摸鱼。上班摸鱼也至于被开啊？我就不信众多网友们上班没摸过鱼。毛爷，我看未必吧。你们看看被开那人，一看就是加班好多天了。是啊，我也是干研发的，一旦一个项目节点碰到困难，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敢问楼上一句，你现在的发量怎么样？兄弟，问问题之前麻烦你先考虑一下，你这么问礼貌吗？按照我的经验，这人明显是老倒霉蛋，一看就是撞枪口上了。此时他才慢慢回过神来，刚想开口解释一下，不料柳如烟直接小手一挥：“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没有时间听。现在你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公司，这次给你长点教训。你要清楚，遇到机会要努力把握。在这个社会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柳氏集团的。”他听到柳如烟一番冷冰冰的说教，人都给听傻了，自己就打了个盹儿，怎么还就被开除了？这尼玛的，研发部不都这样的吗？忙起来几天几夜不睡觉，困了抽空睡一会儿，多正常啊！现在你来一句上班时间不准睡觉，自己连夜加班的事，你怎么不说呀？本来还想着解释一下，这下倒好，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真是毙了汪汪队了。而柳如烟这番话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卧槽，这么屌吗？刚才柳如烟说话的语气，真和电影中高高在上的女王一样啊！好家伙，这还说教上了，还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在柳氏集团工作的机会，这么傲吗？妈的，关键柳如烟说的还是事实。柳氏集团入职的门槛就是985、211等重点大学，咱们这些补本确实没有在柳氏集团工作的机会。那是柳氏集团什么样的人才找不到？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可是这么就把人给裁了，莫名的感觉有点心寒啊。没办法，这就是职场。超了，别看柳如烟是流动千金，他要是敢这么和老子说话，老子也照人来。谁让老子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呢？不然也没办法。被裁的那位兄弟出门肯定忘了看黄历，纯倒霉了。既然柳如烟都这么说了，他也懒得搭理柳如烟。行，把我裁了是吧？还要我珍惜机会是吧？真希望你柳如烟能一直这么硬气，要不是碍于当年老董事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三顾茅庐请我加入柳氏集团，我早走了。如今倒好，直接把我开了。这些年我也为柳氏集团出了不少力，也算恩怨两清了吧。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你们这些人都看看，我柳如烟不是吃素的。我看以后公司还有谁敢对我不敬。马上中午了，我请大家吃个午饭，顺便参观一下我们柳氏集团的食堂，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柳氏集团的伙食待遇。于是节目组一行人在柳如烟的带领下朝着集团食堂而去。此时柳如烟带领电视台一行人刚来到食堂，看到眼前的场景，整个人彻底惊呆了。只见偌大的食堂内挤满了人。卧槽，我们饿了一上午，你们做的饭呢？是啊，谋菜也就算了，好歹整点米吧。就是，你们这啥玩意都没有，让我们来喝西北风嘛。大家别吵吵，刚才不是说了吗？好像是食堂的智能系统出问题了。听到这些话，柳如烟人都傻了，感情今天食堂根本就没有饭啊！一想到现在正在直播，这尼玛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本来还准备大开眼界，看看柳氏集团的伙食有多好，结果什么都没有，全是空气，这还怎么看？这就是大公司吗？一点吃的不给，这就是传说中的为爱发电吗？哪个兄弟刚才说有帝王蟹和波龙的？请你站出来！这么一比，我感觉我们公司食堂好多了。
虽然饭很难吃，但好歹他是真有饭啊。柳如烟看此情景，瞬间呆愣在原地。如今这一幕被直播出去，对公司的形象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更可怕的是后续影响，说不定那些老家伙们会借机发力，给他点难堪尝尝。这是什么情况？把食堂的管理人员给我找来，现在，立刻，马上！话音落下没多长时间，食堂负责人就跑过了过来。刘总，对不起，这事我们有责任。你最好给我个解释。刘总，其实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们啊，是食堂的智能管理系统崩溃了。我们通过系统早就向食材供应商们下单了，可到点了，那些食堂供应商说根本就没收到我们的下单。那就赶紧找人修好后台。我也打电话问技术部了，他们说修不了。不就修个程序吗？公司技术大牛一抓一大把，怎么就修不了？这个技术部那边的人说，能修的人今天早上被您给开了。听到这话，柳如烟脑中满是问号，整个人直接呆愣在原地。项目部总裁得知苏晨被开的消息，整个人一下就怒了。什么？柳如烟把苏晨裁了？他疯了吗？好歹裁人前也要了解下情况吧。苏晨是什么人？那是当年董事长费尽千辛万苦才请来的大神，整个新能源项目部都是围绕他转的。现在倒好，一言不合把他给裁了，这不是裁人，这尼玛直接把公司大动脉给裁了。不行，我先联系一下苏晨，看看能不能补救一下。这时，苏晨刚回到家，电话便响了起来。小苏，这件事是柳如烟那小丫头做的不对，我替她向你道歉，我可以让她当着全国媒体的面给你道歉。李总，道歉就没有必要了。其实我也早就想离开集团了。这样吧，只要你能重新回来，我就立刻联合其他董事罢免柳如烟在集团的一切职务。不用了，李总，其实我早就想创造一份自己的事业，打造一款遥遥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如今出了这事，也算是一次契机。小苏，真就没有一丝商量的机会吗？李总，老董事长醒来后替我给他带好。说完这话，苏晨就干脆直接将手机关机。他现在只想好好的睡一觉，不希望再受到打扰。另一边，柳如烟万万没想到，自己临时起意开的一个人，导致柳氏集团3万多员工没饭吃。稳定了一下情绪，便拨通了技术部负责人的电话。成功，除了那个人，整个技术部都找不出一个能修好这个系统的人吗？那也不是，刘总，我的意思是，貌似整个龙国都找不到能修好这个系统的人，不仅仅是咱们公司的技术部修不好。听到这个回答，柳如烟直接挂掉电话，转身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刘总，出大事了，咱们公司的机密数据被人公布到了网上。神了，查出来是谁干的吗？技术部那边有点眉目了。那还愣着干什么？把技术部的负责人给我叫过来。不管是谁，我们柳氏集团一定要告得他倾家荡产。这下全完了，现在的柳氏集团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柳氏集团的一切优势都将荡然无存。没过一会儿，技术部的负责人就过来了。成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公司的机密文件竟然被泄露了，公司养你们技术部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到底是谁把咱们公司的机密给泄露的？刘总，应该不是咱们内部人泄露的。你这话什么意思？通过代码追踪，查到是黑客干的。黑客？你的意思是有黑客攻破了我们的防火墙，从而窃取了公司内部机密文件？不对啊，咱们公司的网络安全防护网之前肯定也被黑客攻击过，怎么之前就没事，现在突然就被攻破了？这事说起来我也恼火，开发咱们公司网络防护的人不知道被哪个二货给开了，全公司上下就他一个人有权限开启网络防护，人家一走，防护网自动锁定了，除非能拿到权限重新开启防护网络，不然咱们公司的内网还要遭受黑客攻击。一听这话，柳如烟的脸色立马变了，她莫名的感觉到事情正朝着她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成功依然在破口大骂，并不知道苏晨是被柳如烟开除的。成功，你说的那个被开的人不会叫苏晨吧？是的，刘总，连苏晨这种技术大牛都开，你说这人是不是二货？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柳如烟听着成功一口一个二货骂着自己，只能转移话题。成功，咱们就没有备用的防护网吗？难不成就任由那些黑客攻击我们集团的内网？
刘总，很多事情你们外行人很难知道。攻击咱们公司的黑客是世界上顶级的黑客团队，就这么和你说吧，不管是漂亮国的白色宫殿，还是五个角的大楼，甚至佛伯勒的内网，他们想要入侵，都是分分钟的事情。你觉得咱们的备用防护网在他们的眼中能起到多少作用？那既然他们这么厉害，为什么就盯着咱们柳氏集团的防护网攻击呢？刘总，他们将攻破我们的南天门防护网视为一种挑战，在暗网流传着一句话：谁能入侵柳氏集团的南天门防护网，谁就是地表最强黑客。很可惜，在苏晨离开之前，从来没有黑客能做到过。现在柳氏集团的防护网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好了，成功，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成功离开之后，柳如烟整个人脑瓜子都是嗡嗡的。她想不明白，自己不过就是开了一个人，怎么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公司更是间接损失上百亿。苏晨，我和你没完，你被开也就算了，为什么给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向我解释？我要早知道，又怎么会开了你？难道你是故意的？苏晨，你一定是故意想让我难堪。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此时柳如烟已经忘了当时苏晨想要解释，可他根本没给人家解释的机会。另一边，苏晨刚醒来就看到手机里全是未读消息。小苏，考虑一下回来吧，公司什么要求都能答应。老大，你走后公司彻底乱套了，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哥，你走后柳如烟那表情真是让人解气。老大，睡醒了记得回复，我们给你开欢送宴。老大，下一站准备去哪里啊？我们兄弟几个私下都商量好了，等你找好下家，我们一块跟着过去。自己不过是被公司开除了，怎么搞得好像地球都爆炸了一样？老大，你终于醒了，网上都快炸锅了。发生什么事了？你看热搜啊，全都是公司和你的消息。苏晨打开热搜页面，也被吓了一跳。强盛网络决定上门向柳氏集团讨要违约金，企鹅网络决定上门向柳氏集团讨要违约金，无忧网络决定上门向柳氏集团讨要违约金。看到这些消息，苏晨不禁一愣，这些企业不就是之前签过合同，要帮助搭建网络安防系统的企业吗？怎么会突然集体上门讨账呢？请诸位老总放心，既然我们已经签过合同，柳氏集团一定会按照合同办事。接下来我会联系技术部，尽快为各位搭建网络安防系统。3天，最多3天时间，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刘总，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这都已经过去1个月了，我们连安防系统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这不是逗我们玩吗？你也知道，网络安防系统对我们网络公司有多重要。刘总，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防护系统我们只认南天门，如果3天后还是无法成功搭建，那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到时贵公司可能需要赔偿我们的预付款和违约金等损失，预计赔付金额在150亿左右。柳如烟听到对方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让苏晨回来吗？想让他请苏晨回来，绝对不可能。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苏晨之前的确是我们的员工，我也承认安防系统是他主导研发的，但是由于他触犯公司的规章制度，所以被解雇了。可我们依然有着极为出色的研发团队，凭借我们的研发团队，依然能够保障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合作顺利进行。看来刘总并不了解南天门安防系统意味着什么，也根本不了解苏晨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刘总，好心提醒您一句，如果想要完成一次精彩的谈判，最好将手中的底牌了解清楚。说完，众人纷纷起身直接离开会议室，柳如烟直接愣在原地，尤其是想到他们离开时那最后一句话，让柳如烟内心中满是不甘和愤怒。走，去网络安全部。刘总，网络安全部已经被撤了，集团早就没有这个部门了。怎么回事？为什么撤了？这事您不知道吗？裁撤网络安全部是董事长的决定。当年老董事长说，只要苏晨在，网络安全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听到这话，柳如烟彻底郁闷了。那开发南天门安防系统的团队呢？也被裁了吗？南天门安防系统的开发根本就没有什么团队，就是苏晨一个人独立开发的。当年老董事长说，有南天门安防系统，网络安全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就裁撤了整个部门。听完这些，柳如烟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为什么苏晨的离开会导致合作方纷纷退场，直接让集团瞬间损失上百亿。立刻让 HR 那边将苏晨入职以后的所有资料全部拿来。对了，你去新能源汽车项目部将苏晨负责的项目资料也拿来。不一会儿，HR 就将苏晨的简历送了过来。
柳如烟接过资料一看，直接傻眼。什么情况？怎么就一页纸啊？你不会把简历给拿错了吧？没错的，刘总，这就是苏晨入职以来的简历。抱着怀疑的态度，柳如烟向简历看去，姓名苏晨，性别男，年龄22岁，学历初中，18岁进入柳氏集团，负责网络安全与技术研发，获得研发奖项无，获得研发专利无。柳如烟心中充满着疑惑和不解的。什么时候靠着这样的简历也能进柳氏集团了？这2项都是无，那就直接表示苏晨在集团期间参与的所有项目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假如真和履历上写的一样，苏晨肯定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人，可他为什么会对集团有如此大的影响？就在柳如烟准备追问 HR 的时候，秘书直接推着小车进入办公室。刘总，这是新能源汽车项目部所提供的资料，里面是苏晨全部的研发和专利。什么情况？简历上不是写着没有任何研发和专利吗？怎么这么多？这全都是苏晨的吗？是的，刘总，新能源汽车研发部说，这些只是专利的目录和简介，真正的详细资料全在苏晨那里。此时，柳如烟心中仿佛有1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这仅是目录简介都这么多，要是专利的详细资料，岂不堆满整个会议室？苏晨的简历明明很简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专利？为什么简历上什么都没有？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就在柳如烟疑惑之际，新能源汽车项目部总裁直接走了进来。李叔叔，您怎么来了？如烟，现在才想起来查看苏晨的履历，早干什么去了？而且看这些能有什么用？真正有大本事的人就能从履历中看出能力吗？今天我来告诉你，苏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他是由老董事长，也就是你父亲出面亲自特招进来的。特招？还是我父亲亲自特招？自从父亲身体抱恙以来，集团除非发生大事，否则父亲一般不会出面的。苏晨竟然是父亲出面特招的。李叔叔，我刚才看苏晨的简历，明明是初中学历，我父亲为什么要特招这样一个人呢？学历能代表什么？他初中毕业，在读高1的时候就被特招进龙国科技大学，大3时又被你父亲特招到咱们柳氏集团。你觉得苏晨的学历应该怎么写？不对呀，如果按照苏晨的学霸属性，他在进入柳氏集团后，就算再怎么摸鱼，好歹也拿出点专利发明啥的吧？为什么履历上什么都没有呢？很简单，因为苏晨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发明专利都只属于苏晨个人，并不属于柳氏集团。就拿南天门安防系统来说，苏晨在大学期间已经完成其相关研究，他来柳氏集团后，只不过是将南天门安防系统给做出来而已。我们柳氏集团只拥有这些专利的无偿使用权，而且这些都是当年你父亲特招苏晨时亲自提出的。柳如烟听完这些，人都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苏晨竟然带着无数专利来的柳氏集团。还有，公司董事会让我转告你，人是你裁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把苏晨给请回来。李叔叔，那也麻烦您转告给董事会的叔叔伯伯们，我也知道大家心里很着急，但是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给各位董事一个满意的答复。对了，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苏晨还是我们柳氏研究院的院长。得知这一消息，柳如烟更是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此时的苏晨正在规划自己的事业。小陈呀，我听厂里面人说，你因为上班睡觉被开了，现在咋样啊？没事吧？听到是父亲的声音，苏晨心里一暖，父母的关爱永远都是亲切的。爸，放心吧，我能有啥事？你别听网上那些人胡说，都是跟着起哄。没事就好，不就是被开了吗？不行就回老家，爹养你，咱不在大城市受那个冤枉气。爸，您就放心吧，我真没事。另外，这段时间我也刚好有空，正准备回家看看你和我妈。真的吗？那感情好啊，我这就让你妈多准备点你爱吃的。行了，不说了，厂里这边还忙着呢，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我和你妈在家等你。好的，爸。现如今，父亲制造老头乐的工厂效益并不好，主要是因为市场受众太单一，行业已经趋于饱和状态。况且，老头乐的技术含量不高，入场门槛太低，想要在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就只能打价格战了。很多制造老头乐的企业纷纷倒闭。老头乐，对了，我回去制造老头乐不就行了？厂房、设备、相关文件什么都已经备齐了。对我来说，堪称拎包入住，就先以老头乐为切入点，后边再慢慢转型。老头乐从根上说，不也是新能源汽车吗？想明白后，苏晨直接回老家，然后去父亲的老头乐工厂考察。父亲的厂子虽小，但设备、批文、原材料等都有，加上我的技术，
生产框架能搭起来，现在就差研发团队了。想到这里，苏晨打开手机，点开工作群。兄弟们，我这边已经打算单干了，你们谁愿意过来帮我？老大，你是打算自主造车了吗？投资找好了，前期投资最少大几百亿呀。兄弟们，不要误会，我前期打算单干，不需要任何投资，准备先从我家的老头乐入手，后期慢慢转型转产。对了，因为是前期创业阶段，待遇肯定不如柳氏集团，大家考虑一下。如果还愿意跟着我干，我在极限等你们。老大，这还用得着考虑吗？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老大，啥都别说，准备好给我们接风洗尘吧，公司你就看着开，饿不死就行。这还有啥可说的？明天就去办离职啊！兄弟们一块办吗？当然一起了。看到这些回复，苏晨只是发出了一条简单的谢谢。有些人，有些事，其实不用多说，大家心中都明白。在搞定了研发团队后，苏晨的造车梦正式在老头乐工厂起航。另一边，我要让新能源汽车尽快量产，只要取得好的销售成绩，到那时，所有一切的非议都会瞬间消失。我让你通知新能源汽车研发部所有的人过来开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通知了吗？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刘总，汽车研发部的每一个人我都通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秘书说话都快带上哭音了，他是真怕解释慢了。柳如烟一气之下把他也给开了。既然通知了，为什么人没来？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李工，我是柳如烟，想问一下你，接到今天开会的通知了吗？刘总，今天一大早我就将辞职报告交给人事了。李工是觉得在咱们集团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吗？你放心，但凡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尽力解决。这倒不是。李工，这么说吧，其他公司给你开出薪资待遇，我这边能保证比他们开得更好。柳如烟脑海中第一个蹦出的想法就是自己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被其他公司高薪挖墙脚了。也不是因为这个。李工，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个真不太好说。如果刘总您非要问，那我只能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听完这话，柳如烟人都傻了，这尼玛叫什么回答？柳如烟努力压制住想要暴走的情绪，接着又打了一个电话。小王你好，我是柳如烟，想问一下，今天开会你怎么没来呢？我去干什么？我都已经辞职了，以后就不是柳氏集团的员工了。柳如烟气得差点当场爆粗口。上一个离职，这一个也是离职，什么情况？难不成你们整个研发部私底下都串通好了，集体离职吗？小王，你是对咱们集团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你放心，有什么咱们都可以谈。柳如烟破天荒的好声好气商量起来。刘总，我对咱们集团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离职是因为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那就是研究一款超级劲爆的老头乐。挂掉电话，柳如烟差点吐出一口老血。疯了吗？放着汽车行业最高端的智能电动车不研究，你去研发老头乐，就算再敷衍，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直到此时，柳如烟依然不死心，拨通了第三个人的电话。王菲，你是不是也给集团递交辞职报告了？有了上2次的经验，柳如烟这次开口没问别的，先问出了这个问题。没错啊，刘总，你这么快就知道了。废话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对方给你开的什么条件？这个还没具体谈，反正我的要求很简单，饿不死就行，具体多少还没考虑过。听到这个回答，柳如烟一把将手机直接摔在地上。放着柳氏集团年薪几百万不要，去新车企只要饿不死就成。让公关部给我查，我要知道咱们的研发部门到底被谁给挖走了。敢挖我柳氏的人，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最深刻的教训。苏晨等到同事们都到了以后，便正式召开第1次技术研发会议。这些人未来都将成为苏晨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知道大多数人都对我选择研发老头乐抱有怀疑，可毕竟现有的条件就放在这里。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老头乐只是我们的起点，绝对不会是我们的终点。现阶段我国老年代步车的市场已经饱和，市面上老头乐的制造厂商目前的竞争方式都是以打价格战为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老头乐的研发门槛低，大家都可以做，就看谁卖的便宜。如果我是老年消费者，在技术差别不大的情况下，自然就选择价格便宜的。所以想要从这片红海中脱颖而出，技术壁垒就是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未来将打造一款高科技的老头乐，让所有的友商都无法仿制，从而彻底从价格战的泥潭中跳脱出来。
接下来大家请看我设计的这款老头乐，名字就叫晨曦素衣，定位豪华版老头乐。苏晨说完，便将设计图在屏幕上放了出来。当众人看到设计图的那一刻，全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李刚作为跟着苏晨的老人，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老大，你太牛了！原本只是以为你技术无敌，没想到连设计也这么哇塞，服了，强都不服，就服你。老大，技术参数你准备定什么标准呢？目前还没有老头乐技术参数的相关规定，所以具体参数全看厂家心情。按照我的想法，我准备搭载一种超级混动技术，可以由电双驱，100公里加速仅需 1.6 秒，纯电续航2000公里。什么？油电双驱还能自由切换，100公里加速 1.6 秒，纯电续航2000公里，你管这叫老头乐？现阶段混动技术遥遥领先的车企都做不到2000公里混动续航，至于说纯电续航，那就更别提了。现如今市面上的纯电汽车，实际续航里程大部分都是200到300公里。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优化混动结构，降低电控的能耗，完全可以实现。老大，咱们造的是老头乐呀，纯电动的，混动的老头乐也不让上路啊！随着这话说完，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再度锁定苏晨。听到这个问题，苏晨淡淡一笑：“你说的没错，目前确实不允许混动老头乐上路。不过在我看来，其实问题不大。出厂时候，我们可以锁定设置，只能让客户开启纯电模式就行。”可是老大，这样咱们不是多此一举吗？我们直接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纯电的研究，不更好吗？之前我就说过，老头乐只是我们的起点，他们可以不用，但我们不能没有。既然已经开始造车，咱们就顺手给做了，就当提高技术壁垒练手了。在苏晨看来，比亚高目前的混动技术在众多友商中遥遥领先，和他研发的超级混动技术相比，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既然要做，就提前把工作做到位。未来我们还是要往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不过目前条件有限，才只能将老头乐作为切入点。等后期相关手续办下来，直接将汽车系统升级，就是一部混电新能源汽车。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我们的客户群体并非都是老年人，难道说年轻人就不能买老头乐吗？我其实就是要打造一款其他厂商无法复制的产品，大家不用担心。我既然提出使用超级混动技术，就有实现它的信心。超级混动技术在我看来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我们的老头乐还会加载更多更尖端的技术。总之还是那句话，不管我们的客户用不用，我们不能没有。所以接下来重点就是先进行试研发，争取以最快的时间打造出第一台工程样车。这段时间我会先想办法搭建一套10000吨的压铸机生产线，等生产线完成之后，就能进行前期小规模的量产。现阶段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压力。俗话说1分钱难倒英雄汉，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融资。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资本对产品的影响有多大。此时，另外一边，柳如烟正在组织高层开会，想彻底了解苏晨所有的信息。刘总，苏晨在公司任职期间研发的所有专利都已经统计出来了，这些专利已经全面应用在集团内部。根据协议，集团有权在苏晨任职期间无偿使用，但是从苏晨离开柳氏集团的那一刻起，协议作废，只能获得苏晨的再度授权，才能继续使用。全部统计出来了吗？是的，刘总，一共是128项专利，细分有688小项，包括食堂管理系统、车厂调度系统、公司安防系统、财务结算系统、集团 ERP 管理系统以及……每听完一项专利，柳如烟的脸色就越发凝重，等到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脱口而出道：“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专利，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些专利可以说直接撑起了整个柳氏集团。”柳如烟再度开启阿 Q 精神胜利法，稳住，别慌。柳如烟，你可是柳氏集团的接班人，不就是几百项专利吗？有什么可怕的？你什么世面没有见过？柳如烟稳住心神之后，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对了，技术是能找到替代的，把集团所有和苏晨有关的项目全部停掉，找平替技术不就行了？不会研发，难道还不会抄吗？怎么离了苏晨，柳氏集团还要倒闭吗？想到这里，柳如烟感觉她自己又行了。接下来我宣布，所有涉及苏晨的项目全部暂停，公司马上成立平替技术研发小组，将有关苏晨的技术全部给替换掉。如果碰到那些实在换不掉的，暂时无限期搁置项目。会议室内，听到柳如烟这道新命令，所有人都愣住了，但还是按照柳如烟的指示开始行动起来。仅仅是半个下午的时间，技术平替研发小组就完成了组建，
柳如烟亲自坐镇，她要亲眼见证自己这场漂亮的翻身仗。她只是生产老年代步车，却让员工误以为她在造坦克。只因她生产的老年代步车竟然采用航空铝来制作车架，硬度甚至远超装甲车。现在进度怎么样了？老大，由航空特种铝合金作为原材料，经过一体压铸的车身已经下线，现在正在进行整车的动力系统以及其他车身部件的安装。接下来很快就能将动力系统和车机完成预装测试了。老大，不得不说你是真牛，这种特种铝合金材料你都能研发出来。苏晨用特种铝合金打造的车身，根据他们的内部测试，这种材料的硬度比航天专用逃生舱的强度都要高上不少。如果不是由你研发的万吨压铸机能进行整体的压铸，这种强度的材料根本就铸造不出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天就能看到完整的工程样车吗？是的，老大，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应该就可以出样车。听到这个好消息，苏晨眼神一亮，脸上满是期待的神色。老大，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直接说。老大，你是不是接了军方的秘密订单，然后打着造老头乐的名义，偷偷的造陆战坦克？听到这话，苏晨顿时哭笑不得。按照我的标准，造出来的车，属实是有点离谱了。自从有民用造车这个行业以来，就没有车企这么造车的，更别说我造的还是老头乐。李刚能问出这些话，在我看来，其实也不奇怪。自己造的老头乐，如果搭载点武器什么的，可不就是比陆战坦克还陆战坦克吗？别胡说，咱们这是民用车，虽然用料是猛了点，但也为了客户安全不是？毕竟咱们的客户群体都上了年纪了，咱们也要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老头乐，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老头们才能更快乐。听完苏晨这番解释，李刚嘴角直抽抽。既然苏晨不乐意说，他也不好再问。老大，经过我们的测试，预计将来整车的抗扭度怕要超过10万牛米了。苏晨听到如此疯狂的一个数字，也是一愣。10万牛米，这可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值了。可细一想，其实能有这个数值也不奇怪。在种种黑科技用料的加持下，我们造的车在安全性上已经突破了众多友商的天花板了。如今市面上大部分的民用车、家用车，白车身强度、抗扭度通常1万5到2万牛米，就连最新款的大佬，整车抗扭强度也没有这个厉害。大佬可是号称能正面抗住卡车冲击的汽车，当然，那毕竟是有钱人座驾，提供最大的安全性，这是必须的。至于成本什么的，基本不考虑。按照我的构想，也完全可以走这条路，打造顶级豪华品牌的老头乐。谁说有钱的老年人就不能开老头乐了？只要老头快乐就完事了。这也仅仅只是众多技术中的一项，再加上顶级防弹的航空特种玻璃以及其他黑科技，我已经能够想到自己制造的老头乐以及面世，绝对会给那些有钱的大爷大妈们最安全的快乐。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一点都不辛苦。说句实话，老大，我这辈子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来造老头乐。嘿，你说造就造吧，还越干越起劲了。一想到这么牛的老头乐是我参与研发的，我就激动的不行，而且还是如此离谱的造车方式。老大，我就知道跟着你绝对不会失望。说句心里话，能参与此次研发当中，实在是我的荣幸。另一边，就在柳如烟信心满满，以为胜券在握时，然而意外却出现了。刘总，这些专利我们根本做不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们做不了？这怎么可能？听到技术人员的汇报，柳如烟人直接懵了。这是什么话？不让你们独立研发，是让你们抄作业啊，大哥。苏晨留下来的技术专利有什么功能，又该如何应用？按照他们这个来不就行了？又不是让你们开发出一模一样的专利技术，能凑合用就行了。结果你们来一句做不了。刘总，这也不怪我们，我们也想开发出能实现这种应用的软件，可这些软件应用的逻辑和技术实在太完美了，凭借我们的技术实在是办不到啊。我就给您打个比方，苏晨的专利技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走哪条路线能最快最省事的到达目的地。虽然我们知道了路径，但是苏晨是开车到达目的地的，我们却只能走路。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造不出和苏晨一样的车，只能用苏晨独特的技术才能造出来，而他所有技术都加密了，我们根本无法破解。技术负责人的一句话直接让柳如烟脸黑成锅底。刘总，就拿安防系统来说吧，常用的加密手段有链路加密、端到端加密、算法加密、SHA-512 加密等等，但是苏晨的加密手段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我们看都看不懂，更别说破解加密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些技术的专利都在苏晨手中，假如我们真的破解了加密，也不能直接用啊，这样做是有法律风险的。那破解加密手段之后，你们能开发出类似的技术吗？
这个应该可以，毕竟编程的底层逻辑在这放着，开发出类似的技术应该难度不大。听到这话，柳如烟心中燃起一点希望。但是想要完成技术平替，关键是要先破解苏晨对这些技术的加密，不然技术平替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柳如烟依旧不甘心，还在想办法平替苏晨所有的技术专利。柳如烟找人破解苏晨的技术专利，然而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在柳如烟焦头烂额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喂，冯叔。如烟，老董事长醒了，让你赶紧回家一趟。好的，冯叔，我这就回去。挂断电话，柳如烟直接回了家。爸，您醒了。我再不醒来，估计柳氏集团都黄了。爸，您都知道了。听说你把苏晨给开除了。是的，爸，他之前在工位上睡觉，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所以……你怎么不把我开除了呢？我也在工位上睡过觉。如烟，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公司吗？就是为了锻炼你。光有商学院的学位证书有什么用？管理公司还是得靠实践。爸，不就开除了一个员工吗？这段时间你们全都冲着我来，大不了再聘请一个就是了。放屁！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苏晨挖到我们公司吗？你知不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不管是做新能源汽车的友商，还是做油车的车企，全都想要挖他过去。可是，爸，如烟，你犯了大错了，立刻把他给我请回来，否则的话，你这总裁也就干到头了。现在董事会对你意见很大，他们不会同意一个如此鲁莽的女人来做公司的总裁。不就一个员工，至于吗？至于吗？我千辛万苦把人家请回来，你当着全网的面把人家裁了，现在怎么解决？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让你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别的公司正愁没机会挖到苏晨呢，你倒好，直接送上门。我还不是为了拉高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吗？你也知道的，那档综艺节目的热度很高，可以为我们的汽车带来很高的关注度。好了，你别说了，赶紧回去处理这件事，不要让我失望。他心里也明白，女儿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当然开除苏晨的事情除外。柳如烟回到公司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助理要到了苏晨的联系方式，直接就打了过去。喂，苏晨，我是柳如烟，我们能谈谈吗？刘总，您找我谈什么？我今天去车间，梁红说生产线上全是你的专利，我想拿到你的专利授权。刘总，您能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很高兴，只是你说话的语气我很不喜欢，你可别忘了，现在是你在找我谈生意，并不是我找你。那我改还不行吗？对不起，苏晨，刚才是我太过冒失了。你也知道的，公司的订单很多，车间不能停止工作，否则的话，月底没法向客户交付。你说的我都能理解，不过你别忘了，我已经被裁了。所以我是很有诚意的在跟您商量，专利的授权价格我们可以增加。刘总，不瞒你说，今天至少有10家车企给我打电话，都想获得我的专利授权。你说我为什么要单独授权给你呢？因为你是柳氏集团研究院的院长，苏晨，我们公司的生产线都是用你的专利搭建的，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不能不讲职业道德。你跟我讲职业道德？你都把我裁员了，还跟我讲职业道德？那是个误会。是误会吗？我不这么觉得。裁掉我的那份告知书上可是您亲自签的字，我相信您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当着全网的面，你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你知道的，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柳氏集团研究院的院长。柳如烟在极力的反驳，当时她确实已经知道了苏晨的身份，但是碍于面子，她不想面对自己的过错。你真的不知道我是柳氏集团研究院的院长吗？我知道，但你知道吗？我只能装作不知道，因为我是柳氏集团的总裁，我不能丢了柳氏集团的脸。那你就能丢我的脸吗？你知不知道，我不仅是柳氏集团研究院的院长，还是龙科大的名誉教授。你裁了我，丢的同样也是柳氏集团的脸。你放心，这些专利是在柳氏研究院完成的，我会把相关的专利授权给你们，只不过你们得付双倍的专利费。说完，苏晨没给他反应的时间，直接挂断了电话。听到苏晨这番话，柳如烟心里五味杂陈。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动挂他的电话。不就是柳氏集团一个小研究院的院长吗？有什么可嚣张的？你就算再厉害，还能有行业里的泰山北斗厉害？你信不信我能挖到比你更厉害的高科技人才？反正自己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不如从外边引进一个高精尖科技的专家来取代苏晨的位置。少年天才又如何？名誉教授又怎么样？
你能有真正的老牌教授厉害吗？总有一天，我会把福尼亚大学的老教授请来代替你。另一边，苏晨刚挂断电话，电视台的记者就找到了苏晨。苏院长，听说您同时资助了6家技术研究中心，请问这是真的吗？对，是真的。学无止境，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所拥有的高尖科技不应该比其他国家差。那冒昧的问一下，众所周知，技术研究院的研究经费数量很大，每年您大概需要资助这6个研究中心多少钱？6000万吧，6家研究中心，每个研究中心1年大概1000万的开销。在这里，我代替研究中心的那些学生，谢谢您多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来有不少您帮助过的学生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果有一天他们都愿意追随您，您会答应吗？追随我？为什么要追随我？他们在各个行业中发光发亮，不是很好吗？再说了，我手下也放不下这么多追随者。苏院长，我所说的追随跟您了解的不一样。主持人笑着拿出一张邀请函，递到苏晨手里。这是雷米科技的创始人雷俊向您发出的创业邀请。雷总听说您已经开始造车了，只要您愿意，他们愿意拿出100亿的启动资金，投资您的新能源车企。而您资助的那些高精尖的人才也纷纷发出意愿，愿意追随您。祝您做出一番事业。正在看直播的柳如烟听到这话，直接惊讶地站了起来。神了，100亿，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敢拿出100亿来投资一家老头乐的公司，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魄力。但是雷俊这2个字又让人无法质疑。雷俊所创立的雷米科技是知名企业，别说100亿了，就算让他们拿出200亿，他们也能照单全收。只是让我不敢相信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苏晨呢？他只是被自己误开除的员工而已，为何竟能收到雷俊抛出的橄榄枝？他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难道说苏晨是在故意造势吗？苏晨只是生产老年代步车，雷总竟想要投资100亿资金入股。然而柳如烟得知后，瞬间恼羞成怒。这个叛徒刚离开我们公司，转身就投入了别人的怀抱，无耻！叛徒？刘总，好像是您辞退他在先吧？你说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苏晨他不是叛徒，他是走正规程序离开公司的，跟其他投资者接触也很正常。小丽，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哎呀，刘总，我没有，我哪配得上人家苏院长啊？哼，什么眼光？不就100亿吗？我就不信了，雷俊还真能把这100亿投给他。就算我看上了人家，人家也看不上我呀，我又不像你。老爹是董事长，自己又是女总裁。柳如烟不放心，又拿出手机查了一番，果然热门头条第一的就是有关苏晨的消息。对于前2条消息，柳如烟并没有感到意外，可是这第3条热搜却让她哭笑不得。怎么哪里都有我呢？你们讨论苏晨或者雷俊都可以，讨论新能源的走向也行，为什么非要把我加上？我现在是全网的焦点，万一这些热搜被自己的父亲或者柳氏集团的董事会成员看到，肯定又会惹来麻烦。100亿投资，又是100亿投资，难道说他真的值100亿投资吗？可是他让我当着全网的面跟他道歉，我能答应吗？我柳如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父亲是柳氏集团的董事长，我又是新任的总裁，我这样给他道歉，我的面子往哪里放？越想，柳如烟就越是纠结。正在他心里矛盾的时候，一旁的秘书提醒道：“刘总，我们该去新车发布会了，走，我们去展厅。”展厅里，记者正在进行着全网直播。哇，这么大的展厅，朋友们，太震撼了！我参观过无数企业，也参加过很多活动，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宏大的内部展厅。这个展厅是为柳氏集团内部而设，很少会向外界展示，只有在召开新车发布会的时候，才会短暂的露出它的真面目。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已经炸开锅了。哇，这就是柳氏的展厅，怪不得刘总如此强硬，原来柳氏集团的实力这么雄厚。实力雄厚？你们知不知道，这里的车至少有1半都是出自于苏院长之手，柳氏新能源很可能就要成为过去式了。听说苏晨已经在与雷总接洽了，如果能促成合作的话，其影响力不可想象。雷米科技是龙国知名企业，再加上龙晶汽车的支持，苏晨的起步点也太高了吧，想不火都难。你们说刘总会不会后悔呢？后悔？你们觉得像刘总这种人会后悔吗？柳如烟根本想不到，这里的每一辆车都是出自苏晨之手。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柳氏新能源的最新款柳氏卧龙，它的灵感来自于三国的卧龙先生，由全球最著名的设计师理查的参与设计，外观尊贵且奢华。这辆车采用了玄武架构，车身是用高密度龙纹钢压铸而成，安全系数也是所有车企无法匹敌的。龟龟，这就是柳氏卧龙的真面目吗？太让人震撼了！听说这款车是由苏院长一手打造的，车上一共使用了他12项专利，每一项都是遥遥领先，是含金量最高的一款车。不过，应该也快成为柳氏的绝唱了。苏院长被裁了，这款车还能顺利上市吗？听到柳如烟的介绍，直播间的观众们互相讨论着。我的天，董晴姐，咱们的直播间又破新纪录了！又破纪录了，太好了，继续努力。刘总，我们直播间的人气比之前又高了1倍。1倍？昨天全网的人气都达到1个亿了，今天岂不是更加多？想到这里，柳如烟突然灵光一现，既然节目如此火爆，何不把柳氏卧龙的订单挂上去？虽说现在产能跟不上，但是暂时可以收拢资金，来填补股市带来的亏空。既然裁员事件带来了影响，那他就得利用这件事的热度，把亏损重新补回来。豆晴，能把我们柳氏卧龙的订单挂在直播间吗？现在直播间人气这么旺，一定会有不少抢单的。这个当然可以，柳氏集团是我们节目组的赞助商，这些都是在合同之内的。行，那就把订单挂上吧，先挂10万单，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喜欢这辆车。好的，刘总。正在柳如烟跟节目组如火如荼的商议时，突见旁边展厅旁跑进来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人是柳氏集团的销售总监，名叫车战。车总，出什么事了？刘总，柳氏卧龙暂时还不能卖。为什么不能卖？前段时间你们不是刚刚开完技术发布会吗？有关于卧龙的订单都累积到2万单了。那是以前，今时不同往日了。柳氏卧龙暂时不能再卖了，我们的产能跟不上。产能跟不上？这怎么可能？我们不是新建了好几条生产线吗？有好几个生产车间，每个月的产量应该不少呀。况且我已经找苏晨拿到了授权，现在车间已经正式开工了。哎，刘总，我跟您明说吧，这辆车是因为您的原因才不能继续卖了。我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您赶走了苏院长，这辆车是苏院长亲自参与设计的，里面用了他将近12项专利设计。如今他被开除了，而这12项专利的费用又翻了整整1倍。如果我们再按照原来的价格出售，会亏得很惨。这柳如烟一愣，这才想起来，虽然他们现在重新获得了专利授权，但是价格也比之前增加了整整1倍。他之前光考虑了专利授权的事情，倒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这可怎么办？我刚才已经让董晴打开了直播间的订单，估计现在已经卖爆了。啊，快，立刻让他们下架！再这么个卖法，咱们可没法跟董事会交代了。柳如烟一场直播卖了10万辆车，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卖的越多亏的就越多，只因这些车都是采用苏晨的技术专利。简单来说，整个柳氏集团就是在给苏晨打工。豆晴，柳氏卧龙不能再卖了，快把剩下的订单下架。下架？刘总，您规定的10万订单还不到10分钟就已经被抢光了。神了，那可是10万辆车啊，不到10分钟就被抢光了，怎么会这么火爆？就算有不少钱来凑热闹的，也不至于抢得这么快吧？10万辆卧龙，我们柳氏集团得亏多少？董晴没想到柳如烟会是这种表情，车卖光了，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为什么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开心的表情？刘总，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只是我得稍微缓缓。怎么可能？这可是10万辆车啊！苏晨的号召力有这么大吗？刘总，刚才的10万辆全部卖光了，粉丝们正在发弹幕让我们加单呢，还加单吗？不加了，柳氏卧龙的订单已经排满了，让大家等一下我们最新款的车辆吧。还加单？再加下去，我们整个柳氏集团都得为苏晨打工了。10万辆车，光这12项专利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了。柳氏的生产线属于白忙活，赚的钱全部都得付专利费。刘总，怎么样了？订单撤了吗？车总监，10万辆订单不到10分钟就全部抢光了。啊，什么？刘总啊，刘总，你可闯下大祸了！这回我看你怎么收场。如果不把苏院长给请回来，你这个总裁是干不长久了。柳氏集团乱成一锅粥，但是苏晨那里却悠闲得很。此刻，他正跟雷米科技的创始人雷俊在一起边喝茶边洽谈。苏院长，
听说你资助了6家研究中心，这件事让我们非常敬佩，所以我很早就想见见你了。正如龙晶汽车的魏总所说，你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楷模啊。雷总过奖了，只不过是自己淋过雨，想为其他学弟学妹撑把伞而已。当年我刚开始搞研发的时候，处境很艰难，我知道那份辛苦，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雷米科技愿意拿出100亿来与你合作，我们共同打造最新的国产新能源。对，雷总说的对，我们龙晶汽车有8条生产车间，规模不比柳氏集团差，只要苏院长愿意，我们这8条流水线都可以为您服务。这是很多公司都不敢给出的承诺，毕竟没人敢把所有的宝压在同一个人身上。8条流水线同时拿出来，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订单就要耽误，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听到了吧？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苏院长，不瞒您说，魏总早就想跟您合作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已。昨天我还在跟魏总说，你应该给刘总送一面锦旗，好好谢谢人家。要是没有刘总发出逐客令，你怎么能请来誉满全国的卧龙先生呢？雷总，想要送锦旗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吧。虽然我说的是调侃的话，但这确实也是事实。魏总确实应该为柳如烟送去一面锦旗，好好谢谢他把这个万众瞩目的天才给放了出来。怎么样，苏院长，我们拿出的诚意够吗？够了，2位哥哥能够信任我，我感到很荣幸。只不过100亿的项目不是一件小事，我希望我们都能冷静下来考虑一下，毕竟开工没有回头箭。我和魏总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我已经做好打算了。到了我这个年纪，想要跟你共同联手，一起为国产新能源而战。对，雷总说的是为国产新能源而战，相信对于苏院长的能力，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质疑。毕竟柳氏新能源这么久以来能够独占鳌头，全都是依赖这位年少有为的苏院长。你就是新能源界的风向标，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风口。好，谢谢2位老总的信任，给我2天的考虑时间吧。刚从上一家公司离开，我得好好休息几天。苏院长说的是，虽然他们害怕马上到手的合作跑了，但是也得理解别人的感受。正所谓，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得不到。既然已经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了。苏院长，这几天您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咱们的合作，我心里明白，苏院长在柳氏集团待了很久，跟老董事长肯定是有感情的。是否真正的离开柳氏集团，还得看看事情的发展才能知道。再说了，货比3家，毕竟苏院长也有权利好好对比一下各家给出的优厚条件。另一边，柳如烟正在为手里的订单发呆。10万订单，10万辆车，这让我们怎么生产？每一辆柳氏卧龙都要拿出天价的专利费送给苏晨，我怎么脑袋一热，非要卖这辆车呢？直播间的热度那么高，要是卖其他车型的话，肯定也会瞬间卖爆。小丽，你先进来。刘总，您找我？待会去趟销售部，帮我把目前在售的所有新款车辆资料全部拿来。所有资料？刘总，您这是要亲自卖车吗？对，你没听说吗？今天我们仅10分钟就卖出了10万辆柳氏卧龙，虽然只是预售，但是这依然是个很可怕的数字。当然听说了，刘总，我自己还偷偷订了1辆呢。神了，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我喜欢这辆车啊，这可是苏院长在柳氏的最后一辆车，多具有纪念意义呀！相信其他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才疯狂抢订的。听到这话，柳如烟突然间无话可说了，她心里也不由得多了几分伤感。对于柳氏新能源来说，这确实有可能是苏晨在柳氏所参与的最后一辆车。自从今天那条雷俊100亿投资的新闻爆出来之后，柳氏集团就已经与苏晨渐行渐远了。想到这一点，柳如烟站起身来。小丽，你先帮我处理一下剩下的工作，我出去一趟。刘总，您不会是要去找苏院长吧？小丽，你别这么八卦行不行？能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吗？林小丽是老董事长钦点的总裁助理，所以就算柳如烟再怎么无法忍受，也不能轻易开除她。刘总，我是您的助手啊，肯定要从所有工作以及生活上全面帮助你。我刚才看到新闻了，苏院长与雷总相谈甚欢，刚刚才从雷米科技离开，现在估计还没到家呢。就你八卦，你把堵车的时间算上了吗？柳如烟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直接向外走去。柳如烟怎么也没想到，他堂堂柳氏集团的总裁，竟然会为了一个员工亲自上门道歉。苏晨，你知道吗？
我今天直播的时候预售了一款新车，10分钟不到卖了足足10万单。哦，然后呢？你是来找我炫耀的？我卖的是卧龙，有什么好炫耀的？10万单，足足10万单啊！你知道我们要交给你多少专利费吗？哦，是卧龙啊，那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那辆车有我12项专利。苏晨，你知道我有多难吗？上班第1天就开除了你，现在卖车赚的钱还不够付你的专利费。我好不容易想要上网冲个浪放松一下，结果发现好几家新能源车企在楼宇的 LED 屏上玩命的致敬我，感谢我。哎呦喂，你这是在向我哭诉吗？你堂堂一个大总裁，没必要找我一个小员工哭诉吧？我不就是想要整顿一下公司的风气吗？我又不是针对你，我有错吗？你当然没错了，直播裁掉一个员工而已，这能有什么错？那你为什么不回公司呢？我可以给你复职的。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个被裁掉的员工。刘总，如果你为公司连续加班7天7夜，就因为困乏难耐趴在工桌上眯了一会，结果突然来了个女总裁，二话不说，大手一挥把你给开了，你说你能就这么回去吗？我难道说非得让我当着全网的面给你道歉才行吗？你说呢？我好歹也是柳氏研究院的院长，你不道歉，我能回去吗？苏晨，你别欺人太甚，你知道的，我是公司的总裁，代表的是整个柳氏，那是我的底线，我不可能当着全网的面给你道歉。那就请回吧。行，既然你不想回公司的话，那柳氏研究院的院长的位置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留了，我会请技术更高的院长过来，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我绝不后悔，我希望刘总您也别后悔，别到时候又哭哭啼啼的来找我，我可受不了。谁哭还不一定呢，我还就不信了，全世界就没人能攻克你的技术，用不了几天，我一定会找到比你更厉害的院长。好的，柳大小姐，我等你，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柳如烟气呼呼地喊了一声，转身向外走去，人没请回去，还生了一肚子的气。柳如烟是越想越气。第2天，2条热搜迅速占领了各大热度榜单。第1条，雷米科技创始人雷俊斥资100亿与前柳氏研究院院长苏晨合作，新的风口即将诞生。第2条，雷米科技与前柳氏研究院院长接洽，苏院长回归无望，总裁柳如烟正在广发英雄帖，以为柳氏研究院征召新的院长。这2条热搜刚刚霸榜，便受到了网友们激烈的讨论。柳氏总裁柳如烟开始找新的院长了，这是要破罐子破摔吗？柳氏新能源大多都是苏院长的专利，估计柳氏是付不起专利费了吧？据说刘总是蒂芙尼商学院毕业的，跟福尼亚大学也有渊源，他应该是想从国外引进人才。引进人才？刘总的脑子恐怕是秀逗了吧？有谁能有苏院长的号召力？柳氏卧龙10分钟不到抢光10万订单，他不会以为这都是他的功劳吧？听说各大新能源厂商正在排着队的致敬柳氏集团，是刘总救了这些车企。哈哈，兄弟们，柳氏卧龙已经是过去式了，苏院长和雷俊才是强强联手，太期待他们的新车了。苏晨加雷米科技，车机互联一定会超乎想象。柳如烟一条条查看这些离谱的评论。我什么时候广发英雄帖了？我柳如烟就这么沉不住气吗？这些无良媒体也太离谱了！刚散播完女总裁爱恨情仇的故事，又开始造谣我广发英雄帖，我又不是傻子，有这么蠢吗？要是国内真有这种顶尖的人才，其他车企还会一直对柳氏望其项背吗？的确，他是跟苏晨闹得不欢而散，但是这不代表他不佩服苏晨的能力，单单是那一页页的专利就足以让他折服了。只不过她是个爱要面子的女人，不愿意轻易向别人低头。既然求和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吧。你苏晨不是厉害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个比你更厉害的人来取代你在柳氏集团的一切？想起昨天卖掉的10万单卧龙，柳如烟就感到头疼。10万辆车，这得多少专利费啊？如果真要把这10万辆车全部交付，那接下来的2年内，整个柳氏集团都在为苏晨免费打工。不行，我得想个对策。柳氏卧龙不是有12项专利吗？如果我能找人把这些技术全部攻破，是不是就不用付专利费了？想到这里，柳如烟大脑里灵光一现，突然想到一个人选。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约翰·奥顿，人称老约翰，是福尼亚大学最著名的老教授，因为他曾在科技领域做出过不少杰出贡献，被迪尼尔颁发了终身成就奖。有他加入柳氏集团，
势必会为柳氏集团带来极大的关注度。到了那时候，说不定还能拯救柳氏目前正在跌落的股价。自从苏晨离开柳氏之后，柳氏集团的股价就一路飘绿。只不过这个人相当难请，就连全球新能源名列前茅的特拉斯也没能请到这位重量级人物，连老马都请不动的人，我该怎么请呢？柳如烟沉思了一会儿，连忙给福尼亚大学的研发中心发了份邮件。我曾经听过一个消息，老约翰对自己自视甚高，最喜欢接受高难度的挑战。如果他知道柳氏研究院正在寻找新的院长，说不定会一口答应下来。毕竟单单是柳氏卧龙就有12项专利，这对老约翰来说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项目。老约翰不服输，我觉得只有他才能做到。柳如烟邀请苏晨重回公司被拒后，却想从国外找来专家顶替苏晨，殊不知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刘总，您要聘请国外的专家，您不打算请苏院长回来啦？对呀，你是在网上看到的吗？现在全网都在讨论呢。刘总，您是不是太冲动了？如果您不聘请国外的专家，苏院长还有回来的希望。您要是请来别的院长的话，可就彻底没希望了。什么希望不希望的？缺了他，我们公司就不赚了吗？刘总，您听我说，苏院长是我们柳氏新能源的灵魂，他真的不能走，否则的话，咱们柳氏集团就完了。胡说，别在这里危言耸听。小丽，你是不是收了苏晨的好处了？怎么处处都在为他说话？刘总，我这是在为你着想。如果苏院长真的不回来了，第一个找你麻烦的就是董事会。怕什么？如果我能找到平替他的人，能挽回公司的损失，那董事会就不敢找我的麻烦。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现在柳氏的生产线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是因为大家觉得苏院长还有回来的可能性。倘若你真的把这条路给堵死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到时候你一定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小丽，你就放心吧，老约翰要来柳氏的消息我已经放出风了，估计用不了多久，柳氏的股票就能重新回暖。刘总，你昨晚不是去找苏院长了吗？难道说你们又谈崩了？你别问了，昨晚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我们两个都是属炮仗的，根本没话说，一点就着。林小丽闻言顿时愣住了。昨晚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了？小丽，你胡思乱想什么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什么了我？反正事情谈不拢了，想想新的应对手段吧。等老约翰来的时候，尽量让董晴带着节目组过来，把老约翰加入柳氏的事情曝光出去。好吧，刘总，真的没希望了吗？我可提醒您一句，全网都在盯着苏院长呢，雷米科技更是拿出100亿来投资他。如果你不想方设法把他请回来，恐怕他真要被别人给挖走了。挖吧，我看我们两个就是冤家，就算他回来了，我们还得闹翻。为什么呀？你们两个年龄相当，就不能好好接触吗？就连老董事长都……老董事长，小丽，你是不是跟我爸有联系？为什么我打他电话，他总是关机？这个没联系，绝对没联系。我的意思是，连老董事长都放心把公司交给你，你不能让他失望呀。这件事用不着你多说，我心里有数。对了，你别忘了通知柳氏研究院，让他们准备迎接新的院长。听到柳如烟的话，小丽顿时不说话了。怎了？有问题吗？刘总，您也知道的，柳氏研究院是苏院长一手带领的，他们不可能接纳新的院长。不接纳新院长，那他们倒是选出一个新的院长呀，总不能一直空着吧？大家都在等着苏院长回来呢。刘总，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苏院长真的不回来，你知道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吗？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我还就不信了，离了苏晨，我们真就没法造车了。他想得很简单，只要老约翰能在专利的事情上有所突破，他们立刻就能改变现状。柳氏卧龙可是整整卖了10万辆，如果没有这高昂的专利费，他们柳氏集团其实是可以赚个盆满钵满的。能不能翻盘，在此一举。就在此时，老约翰直接走了进来。约翰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刘总好，很荣幸收到您的邀请，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刘总，不知什么时候方便，我想看看您说的那款车。卧龙吗？对的，
我对那辆车很感兴趣，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做到不到10分钟售出10万辆的，这简直是汽车界的销售传奇。这个吗？对于我们柳氏来说，这个数字其实不算什么，毕竟这款车从上市的第一天就突破了5万订单。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做出如此梦幻的车子？他只知道前任柳氏研究院院长是个年轻人，名字叫苏晨，却并不知道他的详细资料。他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居然在这辆车上集成了12项专利。约翰先生，车就在展厅呢，我带您过去看看吧。好的，那就麻烦刘总了。众人来到展厅后，老约翰看到车的第一眼就已经惊讶得合不拢嘴。天哪，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刘总，能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约翰先生，您请问。这样一个出色的设计师，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才，是因为什么而离开公司的？难道说就仅仅是因为那一个误会吗？柳如烟无话可说，不仅仅是因为那个误会，还因为两人互相之间的不服气。约翰先生，您就别问了，您只需要告诉我这辆车的所有专利和技术，您能不能突破？突破？刘总，别的不说，单是这款高密度龙纹钢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研发出来的。我们的团队虽然获奖无数，但是面对这种高精尖科技的领域，还是不敢轻易打包票。这款龙纹钢密度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显然，老约翰已经懵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触碰到了自己尚未理解的领域，单是这一项都能让他抓耳挠腮。可是那剩下的11项专利呢？自己该如何突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总，能把其他专利的信息拿给我看看吗？可以的，小丽，去把卧龙的专利资料拿来。好的，刘总。不一会儿，秘书就将一沓有关柳氏卧龙的资料转交给一旁的老约翰。约翰先生，看看吧，这就是这辆车的所有资料。这辆车集成了我们柳氏研究院的所有最新科技。不过，您的研发团队享誉国际，我相信这些技术在您面前都不算难题。怎么可能？一款如此具有性价比的车子，怎么会同时具备这么多黑科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航空级铝合金，这种复杂的工艺到底是如何完成的？此时的老约翰已经彻底傻眼了。刘总，这种航空级铝合金是已经研发出来了吗？航空铝合金？柳如烟愣了愣，这才想起柳氏研究院正在攻克的新技术。这项新技术预定在2天前对外宣布。自从苏晨离开柳氏集团之后，整个柳氏研究院就停了。暂时好像还没有。但是我看资料上显示，他们已经拟定在第2代卧龙上使用这种技术了。很显然，他们已经突破了这项技术难关，只不过暂时还没对外宣布而已。你们不能突破这项难关吗？毕竟这还只是一项暂未突破的技术。得了，只能尝试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从未涉及过的领域。柳如烟从国外找来专家破解苏晨的技术专利，就在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时，然而意外却出现了。刘总，从这辆车来看，我们团队需要攻克的难关太多了。如果只是1、2项的话，我们是有希望攻克的。但是单是这一辆车就有12项专利。没事，约翰先生，我相信你们的实力，你们一定可以攻克所有难关。刘总，我能见见这个年轻人吗？难以想象，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是如何获得这么多殊荣的。难道说他们还是老相识？如果苏晨真的跟老约翰是朋友，那最终的小丑就只有自己了。请人来打擂台，结果请到一个手下败将，这得多大煞风景啊！怎么不方便呢？我只是很钦佩这个年轻人，他给了我太多的惊喜。我惊叹于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惊叹于他对科技领域的贡献。柳如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为了打赢这场仗，挖空心思的从国外请来一个誉满全球的老专家，结果这个老专家却满脸钦佩的要见自己的老冤家，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约翰先生，您先等我一下，我这就去帮您联系。话说完后，他连忙走到一旁，朝边上的林小丽招了招手。刘总，您找我？有苏晨的消息吗？帮我约一下他，老约翰想要跟他见面。您看，刘总，我就说吧，
这个老约翰早晚要被苏院长给俘虏。果然，这还没开始搞研发呢，就准备拜苏院长为师了。瞎说什么呢你？让你约你就约，哪来那么多废话？柳如烟本来心里就担心，再加上林小丽这几句话，她更加心累了。这个老约翰不会真要被俘虏吧？他要是真被俘虏了，那我该如何向董事会交代？小丽，先查查苏晨的行程，看看他现在在哪里。查行程？刘总，我去哪里查行程？当然是上网查了，现在网上全是有关他的消息，只要他出现，保准就在热搜上。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林小丽一怔，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掏出手机查看，然而一看手机，顿时整个人都麻了。不好啦，刘总，苏院长要被雷军挖走了。慌什么？老约翰都准备攻克新技术了，咱们有什么好怕的？那可是苏院长啊，刘总，您就服个软吧。苏院长不能离开柳氏，否则的话，您就完了。小丽，怎么说话呢？要不是我爸钦点你当我的助手，我真想把你也裁了。刘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您不把苏院长请回来的话，董事会不会饶了您的。董事会？如果我把这件事摆平，董事会不就没话说了吗？不就股票跌了一点吗？等老约翰他们的研发有了新突破，股票一定会涨上去的。刘总，您仔细想想，假如苏院长跟雷军合作，自己创业，谁还买咱们的柳氏汽车啊？小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咱们柳氏集团的汽车之所以一直遥遥领先，全都是因为他苏晨？那柳氏汽车以后改名叫苏晨汽车算了。刘总，您怎么就不听劝呢？我这都是为了您着想。行了，去忙你的事吧。林小丽没办法，只好转身走了。见林小丽走远之后，柳如烟才回过神来，伸手掏出了兜里的手机。雷米汽车工厂，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研究院的院长吗？苏晨，就算没了你，我们柳氏照样能造车，看我怎么跟你打擂台。刘总，正在柳如烟低头看热搜时，忽听身后传来林小丽的声音：刘总，不好啦，董事会要召开董事会议，正在四处找你呢。神了！听到林小丽的话，柳如烟顿时慌了。小丽，什么时候的事？就在刚刚。刘总，有可能是董事会成员听说了苏晨要自己创业的事情。这么严重吗？不就是一个参观工厂的消息，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再说了，他们的合作不是还没开始吗？在柳如烟的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她想靠自己的独立运作救柳氏于水火之中。刘总，等苏院长真的跟雷军宣布合作的那天，就已经晚了。董事会有危机意识，这很正常。能推掉吗？怎么推？刘总，董事会的电话您可以不接，但是会议不能不参加。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安排吧，我一会就到。好的，刘总。林小丽闻言，连忙转身向集团会议室跑去。柳如烟深知自己躲不过这一次，所以她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不过会议上自己该说些什么呢？柳如烟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大脑中正在搜寻破局的方法。要向他道歉吗？还是主动认输？可是老约翰这边怎么解决？刘总，有消息了吗？那个，不好意思，约翰先生，苏院长现在正在忙，我想他暂时应该没时间跟你见面。不过我可以尽量帮你约他，如果后续苏先生有时间的话，我会帮你接洽的。刘总，我看那边的奖杯和荣誉证书上边全是苏院长的名字，可唯独这本荣誉证书名字跟其他的不一样。请问这位 S Stars 是谁？他也是研究院的一员吗？ S Stars 看到荣誉证书上的名字，柳如烟皱眉道：这不是苏院长的英文名吗？他曾在福尼亚大学参与学术交流，用的正是这个名字。之前柳如烟查询有关苏晨的资料时，曾留意过这个名字。苏晨前往福尼亚大学参与学术交流时，曾用的名字就是 S Stars。S Stars 里的 S 代表的是苏的首个字母，而 Star 代表的则是星辰。苏院长曾经去过福尼亚大学。Oh my god，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前柳氏研究院的院长居然是他。说着，他低头看着荣誉证书，怪不得他会获得这么多荣誉，原来他居然是 S Stars。看到老约翰那副震惊的样子，柳如烟顿时愣住了。好半天，柳如烟才尝试性的问道：约翰先生，
您认识他？何止是认识啊，他可是我的老师。老师？这一回，柳如烟彻底哑然，她怎么都没想到，还真被林小丽那丫头给说对了。还没等怎么着呢，老约翰就拜人家为师了。约翰先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呢？不瞒您说，我也是看到证书上的名字才恍然大悟的。刘总，早知道你是让我接替他的位置，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的，我没有这个资格。听到老约翰的话，柳如烟彻底傻眼了。柳如烟从国外请专家破解苏晨的技术专利，没想到专家却是苏晨曾经的学生。然而柳如烟将面临更严重的危机。约翰先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据我所知，苏晨自从加入柳氏集团之后，再也没有去过福尼亚大学。如果你们认识的话，除非是在他加入柳氏之前。这件事可就说来话长了，这要从几年前福尼亚大学的学术交流会开始说起。当年福尼亚大学为了探索高尖科技，向全世界各国发出邀请，诚邀各国的天才前来参加学术交流。而你们国家派来的正是曾经指导过我的 S 塔尔，他是一个真正的少年天才，初次展露锋芒便站在了世界之巅。他所提出的高尖科技完全是我们的知识盲区。那一年一共有100多个国家参加，我是那场学会交流会的指导老师，却对他提出的高尖科技闻所未闻。后来为了在学术交流上不至于出丑，我私下里请教过他，跟他好好学习了一番，所以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回忆起当年的学术交流，老约翰脸上闪过一丝后悔。刘总，我早该想到的，能年纪轻轻便当上研究院院长的，也就只有他一人了。早知道我是在冒犯他，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他可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柳如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没想到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学术交流会，竟然只有苏晨独占鳌头，那得多大的知名度呀！约翰先生，最后苏院长获奖了吗？拿到那份最终的荣誉了吗？没错，他获得了最高的奖项。当年的学术交流，没人是他的对手，都被他超前的技术研究给折服了。当年有无数家科技公司向他发出邀请，可是无一例外，全都让他回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他回绝的那些企业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外企。因为他说过，他所掌握的尖端科技只会打造自己的科技强国，这是他的底线。底线这2个字像是一记重锤，重重地锤在柳如烟胸口，让他有些喘不过气。他曾数次在苏晨面前重复这2个字，还说面子是自己的底线，自己不能越过自己的底线。此刻柳如烟才知道，他所谓的底线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怪不得董事会成员们要集体的讨伐他。约翰先生，谢谢您。听到您和苏院长之间的故事，我也对他肃然起敬。不过钦佩归钦佩，但是我们的航空级铝合金什么时候可以参与研发呢？他已经等不及了。现在董事会会议即将召开，他起码得在会议上有个说辞。如果不能让董事会满意的话，他很难开展接下来的工作。刘总，这可是苏院长的尖端科技，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高。这航天铝合金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个从未接触的新领域，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约翰先生，我相信你们。如果你们能突破这项技术，我们柳氏集团和您的合作会迎来新的转机。好的，刘总，我们会尽力的。自从听说了苏晨的身份之后，老约翰心里再次燃起了一片希望之火。他突然间感到动力十足，看看自己在70岁的高龄能否有突破这项技术的能力。只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另一边，这次董事会牵头的是邓毅、苏磊和林冰奇3位董事，他们是除了老董事长之外，在柳氏集团占股最多的3人。目前，柳氏集团已经遭遇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裁员把集团的灵魂人物给裁掉了，这谁能忍得住？各位董事，不好意思，有事耽误了。欢迎刘总加入我们柳氏，成为柳氏的新任总裁。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我们柳氏的大家庭。我还年轻，如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各位叔叔阿姨尽管批评。是吗，刘总？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刘总，苏院长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从事情发生的那天起，
直到现在，网上的舆论都没停过。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苏院长请回来？什么？把苏院长请回来？柳如烟没想到董事们反应这么激烈，瞬间愣在了原地。怎么，你不打算请回苏院长吗？谁都知道，苏晨是我们整个柳氏集团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苏晨，柳氏新能源等于失去了主心骨，将来谁还会买柳氏的汽车？看到董事们那气势汹汹的眼神，柳如烟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大家的确给过他时间，第一时间并没有因为他才掉了苏晨而生气，只可惜柳如烟把事情搞砸了，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在走。如烟啊，你是柳董的女儿，你能来当柳氏的总裁，大家是很开心的。不过该裁谁，不该裁谁，我相信你心里都应该有个谱。就是苏院长能辞退吗？当年刘总为了请他，比刘备三顾茅庐还要艰难，这才请到了这个少年天才。可你倒好，二话不说，直接把他给开了。你知道他在咱们柳氏集团的重要性吗？苏叔叔，这也不是我的本意，谁知道他在公司的地位这么高？早知道他是柳氏研究院的院长，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开除他。算了，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应该先考虑一下补救措施。没错，如烟，你想好补救措施了吗？林姨，我已经从国外请来了专家，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攻克苏院长的专利。什么？听到柳如烟的话，董事们唰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说你怎么偷偷从国外请来了专家？原来是想替代苏院长，你知道吗？在我们柳氏，苏院长是无可替代的。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转，我们柳氏集团是养老院。刘总，我们柳氏新能源是迎合年轻人的，你是打算让一个老头子来造车吗？都行，必须要把苏院长给请回来，否则的话，就算您是刘总的女儿，我们也没法支持你。这2天你没上网好好看看新闻吗？苏院长都快被雷军挖走了。今天苏院长都去参观雷米汽车工厂了。众所周知，雷米科技是我们如今最大的对手。你这等于是把我们的研究院院长拱手让人了。柳如烟董事会上再遭针对，柳氏大厦将倾，还有谁能来力挽狂澜呢？各位董事，我知道大家心里很急，但是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满意的答复？什么是满意的答复？是把苏院长重新请回柳氏研究院吗？作为公司的董事，我们比谁都知道柳氏离不开苏院长。换句话说，柳氏不能没有苏院长，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我会尽力的，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努力挽回集团的损失，请大家放心，用不了多久，我们柳氏就能重回正轨。先不说雷军的100亿投资，单是你请来老约翰的这个操作，就足够让苏晨自立门户了。柳氏研究院院长刚刚离开集团，椅子还热乎呢，你就请了新的专家，这是几个意思？这是逼着人家自主创业吗？重回正轨，刘总，您知道集团的损失有多大吗？自从你裁掉了苏院长，集团股价大缩水，专利使用费上涨了1倍，柳氏研究院递上来的辞职报告多达上百份，几个车间差点停止运转。最关键的是，你居然在直播间卖掉了10万台卧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柳如烟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因为他明白董事们说的都是事实。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2年内全都在为苏院长打工，开除苏院长。你是怎么想的？你不如把我们这些董事全部开除算了。对不起，我会挽回的。不过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苏院长对我们柳氏这么重要，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公司的股份？如果苏院长在柳氏有股份的话，我当初也就没权利裁掉他了。很显然，柳如烟这句话问到了点子上，这个问题让所有的董事都沉默了。其实，在2天前，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当时我还亲口问过苏晨，只不过苏晨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在我看来，既然苏晨对柳氏这么重要，柳氏当初就应该用一份股份合约来留住他，都坐上柳氏研究院院长的身份了，你们还跟他签雇佣合同，想什么呢？是我柳如烟傻，还是你们这帮董事会成员傻？如烟，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爸。当初苏院长加入柳氏，是你爸爸跟他谈的。当时苏院长刚刚毕业，是所有集团疯抢的对象，但他的心思并不在企业上，
而是想要建立几家科研中心。这个消息我听说过了，林姨，苏院长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当时集团还没发展到这种规模，苏院长也还没有成为公司的灵魂人物，因为苏院长要时常参与其他研发中心的科研项目，所以集团就暂时只跟他签订了雇佣协议。后来呢？后来苏院长成为柳氏的灵魂人物，你们为什么没有重新拟定合同？明明全公司都知道苏院长的重要性，为何迟迟没有跟他签股份协议？只要签了股份协议，苏院长就不会轻易离开柳氏集团了。后来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了。起初大家藏了小心思，舍不得拿出股份送给苏院长，可是后来当我们拿出股份时，却被苏院长给拒绝了。他说自己创建了6家科研中心，没法100%把重心放在柳氏研究院，只能跟我们签雇佣协议。柳如烟想象不到柳氏集团的高层们居然会吝啬到这种程度，三顾茅庐请来一个天才，却没有第一时间让出股份来留住他。既然当初你们如此短见，现在又为何逼着我去请回苏院长？苏院长为集团撑伞这么多年，集团也是时候用卧龙这辆车来回报他了，不就10万辆卧龙吗？专利费多一点又怎么样？这是柳氏欠人家的。正在这时，突见苏磊站起来。刘总，苏院长是个豁达的人，他自己投资了整整6家研发中心，为无数有潜力的学生创建了先进的科研环境。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贪名图利之人。这次他离开公司，跟你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要想得到所有董事的支持，你必须要请回苏院长。各位董事，苏院长离开柳氏，不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吧？如果你们能让苏院长也成为董事会成员，他会被我开除吗？相信我那天的直播节目，你们在场肯定有人看过。我当时是为了治理公司的风气，并不知道他是咱们公司的大动脉。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你的失职。你如果不能挽救公司于水火，将来还怎么接刘董的班？就是苏院长是从你手中裁掉的，就只能由你请回来。如烟啊，道个歉的事有这么难吗？你要是真把公司大动脉给裁了，咱们公司可真就没法运转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请还不行吗？我向大家保证，今晚就去请回苏院长，就算是给他下跪，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把他给请回来。这回你们满意了吗？柳如烟眼中带有一丝泪光，眼神中满是委屈的神色。这是他来到柳氏的第一个董事会，却没想到居然会遭受这种待遇。如果老爸在这里，那该有多好。他要是在的话，这些董事敢对自己指手画脚吗？苏晨还会离开公司吗？自己还会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自尊心去跟他对着干吗？想到这里，他转身向会议室外走去。回到办公室，柳如烟刚拿起手机，正打算拨打苏晨的电话，却突见屏幕上方闪过一条热门推送：红豆科技创始人与前柳氏研究院院长苏晨达成合作，2大巨头联手，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看到眼前这条新闻，柳如烟瞬间愣住了。达成合作？刚刚不是还在参观汽车工厂吗？怎么现在突然间达成合作了？这么快？如果这条新闻是真的，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柳如烟往下滑了滑，突然看到了另外一条新闻：2天的等候是他对柳氏集团最后的温柔。柳氏研究院聘请新的院长后，前研究院院长苏晨与红豆科技达成合作，创建了自己的新能源品牌星辰。看到眼前这2个字，柳如烟瞬间震惊了。她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似乎受到了重创一样。2天是他对柳氏集团最后的温柔。那2天后呢？2天后你就自己创业，建立自己的品牌星辰。你还真要跟我们柳氏集团打擂台啊？刘总，苏院长跟雷俊达成合作了，这可怎么办？我看到了，不过别担心，也许是假新闻呢。假新闻？都到这时候了，还在自欺欺人呢。不行，我得去找他。说完，他连忙转身向外走去。喂，刘总，你要去呢？看到柳如烟远去的背影，林小丽只好拿出手机，转身给老董事长拨了过去。柳氏大厦将倾，谁又能来力挽狂澜呢？柳如烟在董事会被全体董事施压，迫于压力，不得不专程上门向苏晨道歉求原谅，甚至不惜拿出柳氏的股份作为补偿。刘总，你怎么来了？老约翰大老远的从国外飞来，你没好好请人家吃顿饭吗？苏院长，我哪顾得上他？
从今天开始就别叫我苏院长了，我已经不是柳氏研究院的院长了。这么说，你已经跟雷俊合作了？星辰，你连品牌的名字都想好了，你不要你的卧龙了？卧龙，它前面有柳氏2个字，那能是我的品牌吗？那星辰就是你的品牌了。雷俊给你100亿投资，不可能什么都听你的吧？你以为呢？雷总什么都没提，只是拿出他的汽车工厂与我合作。苏晨，我们也有汽车工厂，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代表柳氏跟你重新签合同，让你当柳氏的股东，你知道吗？我已经跟董事会协商过了，只要你回去，你就是集团的董事。董事会？这么说，董事会已经召开了。柳如烟抿了抿嘴，没有说话。很显然，董事会对他的冲击依然在他内心回荡。还好，比我预想的要早了一天。我原本以为董事会成员会忍到明天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要讨伐我？因为你请了老约翰。刘总，我得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请老约翰接手研究院，我恐怕还没这么快脱身。这跟老约翰有什么关系？我看啊，你早就想跳槽了。苏晨，你真的不打算回柳氏了吗？我今天是专程来向你道歉的。不用了，星辰新能源已经成立了，从今天开始，我已经跟柳氏没关系了。你真要自己创业？苏晨，你知道创业有多难吗？你是柳氏研究院的院长，是科研领域的王者，你愿意去搞营销吗？新车上市是需要造势的。造势？我还需要造势？苏晨轻笑一声，打开手机对他笑道：你看看我的星辰新能源现在有多少粉丝了？柳如烟拿起手机一看，瞬间愣在了当场。2000万，一下午涨粉2000万粉丝。苏晨，你是怎么做到的？拜你所赐呗。要是没你柳大小姐把我送上热搜，我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吗？你得分我点股份。行啊，你要多少？用我授权给你的专利换我的股份怎么样？那可不行，董事会会撕了我的。现在董事会之所以还能容忍我，就是因为我拿到了你的专利授权，否则的话……你不是请了老约翰的团队吗？老约翰可是福尼亚大学最著名的专家，他会帮你研究新的专利的。哎，别提了，你知道他看了你的研发之后是什么反应吗？什么反应？一直大喊 Oh my god, Oh my god， 亏贼亏贼，搞得我都以为自己请错了人。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喊了多少声 Oh my god？ 喂，咱能正经一点吗？苏晨，你真的不回柳氏了吗？这一次，不管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可以去跟董事会谈。柳氏，我是回不去了。你选的吗？偶像。柳如烟怔了怔，半天没说话，两眼泪汪汪的看着苏晨。裁员一时爽是吧？现在我创业了，但你哭什么呢？行，苏晨，我既然现在接手柳氏集团了，那我就要有个总裁的样子。以后我们柳氏一定会重铸辉煌的，我会带领柳氏跟你的星辰汽车对垒。好，我等着你。柳氏研究院是我一手创建的，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当初我刚来到柳氏时，柳氏研究院还处于建设阶段。自从我接手之后，柳氏才正式在新能源领域一战成名。在研究院里，我曾培养出不少人才。虽然现在已经离开柳氏了，但是有这些老科研人员在，柳氏暂时还不至于处于瘫痪的状态。苏晨，不瞒你说，柳氏研究院已经快散了。今天董事会告诉我，有至少100名工程师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申请。哦，100名，都是哪个部门的？100名工程师，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申请离职的都是部门的老员工，那柳氏就真离破产不远了。哪个部门的都有，我还以为这是你为了报复我，故意引诱这些人辞职。我有那么闲吗？虽然咱俩之间有矛盾，但也没到苦大仇深的地步。再说了，我这个人还是不记仇的。苏晨，我问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干的？可你都要创建星辰新能源了，不是也需要引进很多人才吗？引进人才？我还需要从柳氏引进人才？你忘了我那6个研发中心吗？当初投资的钱可不是白花的。自从我宣布要自己创业后，无数的高科技人才毛遂自荐，光是那6个研发中心培养的人才都装不下。也是我小肚鸡肠了。看来这件事的确是我搞砸了，这回我可真没法向董事会交代了。没了你，柳氏卧龙已经成为绝唱，没了你，连柳氏研究院都没法正常运转了。你不是还有老约翰吗？老约翰可是福尼亚大学的人才，有他在，柳氏还不至于停摆吧？老约翰，我已经对他没信心了。你知道他喊你什么吗？他居然喊你老师，我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年近70的老教授
居然要追着你一个年轻人喊老师。我也无法理解，我从来不收外国学生，但他死皮赖脸非要喊我老师。苏晨，他想要见你，你愿意见他吗？谁？老约翰吗？对，我已经给他们下达命令了，让他们一定要尽早的研发出你的那款航空级泰坦合金。泰坦合金？让他别费劲了，这不是他能涉猎的项目。有这个时间，不如让他研究一下我的其他专利。为什么？我早就得到消息，柳氏研究院已经突破了泰坦合金的项目，正在着手准备技术发布会。这说明这项技术并不难，否则的话，你绝不会提前把它纳为第2代卧龙的使用材料。只可惜柳如烟根本不知道难与不难，这只是苏晨对他的定义。为什么？你没去问问老约翰吗？我带领柳氏研究院都足足研究了半个月，你觉得他老约翰有这个能力吗？当然有了，你用15天攻克这个项目，那我们柳氏花1个月还不行吗？总之，我们有的是时间。既然已经没法把你这个灵魂人物请回去，那我就得重新打造一个灵魂人物。在我看来，老约翰的团队誉满全球，又拿过终身成就奖，十分具有炒作的潜力。只要找人好好包装炒作一下，说不定也能把老约翰打造成柳氏集团的灵魂人物。只可惜柳如烟忽略了一点，所谓的灵魂人物并不是炒作就能炒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没有那个金刚钻能揽那个瓷器活吗？柳总，柳大小姐，1个月可不行。你知道现在的新能源领域有多卷吗？你在原地踏步，人家就会大步向前，你们等不起的。那又怎么样？你都自己创业了，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只能硬着头皮向前了。我现在所能请到的最优秀的团队，就是老约翰的团队。如果连他们都撑不起柳氏，还有谁能做到？行，硬着头皮可以，不过可以头皮硬，但千万不要头铁。鉴于那款航空级泰坦合金是在柳氏研究院研发的，我会把这款专利授权给你们的，算是咱们好聚好散的最后一点情面吧。柳如烟上门求原谅被拒绝后，第2天苏晨便召开星辰汽车发布会。朋友们，自从我们星辰汽车创建以来，总有人留言问我会不会进军低端车市场，能不能造一辆属于低收入人群的黑科技汽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答案。我知道大家都对柳氏卧龙的黑科技很感兴趣，它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高密度龙纹钢，拥有纳米级金属车漆，拥有投影式自适应前大灯，等等等等。但不可否认，它是一辆高端车，它用了我的10几项专利，只是很多朋友却苦于囊中羞涩。所以鉴于我们星辰汽车的研发理念，我决定把黑科技面向所有人群，让所有人都能开上我们星辰汽车。这一次台下的观众更加激动了，脸上满是期待的表情。随着轰的一声响起，大屏幕上瞬间出现了2辆新车的图片，一辆是 B 级车，名叫星辰 M7，一辆是 C 级车，名叫星辰 S7。这2辆车仿佛来自于未来，充满了科技气息的设计理念，早已经超出了业界造车的外观造型。恐怕大家都会以为这是100万级别的豪车，不管是外观还是配置，都是遥遥领先于同价位的其他车辆。这样豪华的配置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种价位的车上。反正大家都在卷配置，既然要卷，那就一卷到底。另一边，正在看直播的柳如烟以及老约翰等人顿时都惊呆了。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很难想象他居然能把这些高科技配置全部堆在一辆低端车型上。一旁的张总和王强看到直播，也瞬间愣住了。他们是产品研发部的人，最知道这些配置的基础成本。此刻看到星辰的 M7 和 S7 这2款新车，用上了高密度龙纹钢等高科技配置，一个个的全都惊了一跳。张总，从你们研发部的角度来看，苏院长这2辆新车还有利润吗？利润肯定是有的，不然的话，苏院长还能赔本赚吆喝吗？那我们呢？如果我们用这种材料来造车，利润怎么样？刘总，你莫跟我开玩笑吧？我们造这种配置的车，你还想有利润？刘总，我来给你算一下成本。专利是苏院长自己的，人家不需要计算成本。其他配件，人家背后有龙晶汽车，有一整条完整的供应链，这更是咱们没法比的。我们不是也有供应链吗？按理来说，我们柳氏的供应链应该会比他们更加完善才对。刘总，你就别开玩笑了，你是董事长的女儿，不食人间烟火，当然不知道我们研发部的情况了。如实告诉你们，咱们公司的供应链至少有一半跟苏院长有关。又是苏院长，没办法呀，刘总，供应商也是看人下菜碟的，他们需要用到苏院长的专利。
所以才会给我们刘氏集团最优惠的价格。现在苏院长已经跟刘氏没关系了，人家自然不会再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我们。这可怎么办？苏院长现在正在发布新车，还把配置堆得这么足，这分明是想截断我们柳氏集团的后路。高端车我们付不起高额的专利费，没法批量生产，中低端又被他提前抢占市场，我们柳氏还有发展的机会吗？张总沉默了，没有说话，但是他心里却暗暗在想，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吗？要是苏院长还在刘氏集团会变得举步维艰吗？这件事你得背大锅。刘总，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您得重新做决定了。这种低端的车咱们还做吗？还需要在1周之内把车研发出来吗？人家苏院长已经在开发布会了，你还处在新建文件夹的状态，你拿什么跟人家对抗？还需要这么心急吗？当然必须要研发，我们不仅要在1周之内发布新车，还要比星辰汽车更加先进。听到柳如烟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众人一脸迷茫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一个依附苏院长来发展的集团，不好好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也就算了，居然还要跟人家对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有什么问题吗？这是我们柳氏现在唯一的出路，如果我们不能在中低端的领域杀出一条路，将很难面临接下来的挑战。上次他跟苏晨提出的条件，苏晨并没有答应，这让柳如烟的心里很不安。既然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那他只能孤注一掷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迈出这一步，因为这意味着柳氏集团以后的发展方向。对了，约翰先生，我知道你有学生在特拉斯的工厂工作，能帮我们引进一些新的技术吗？引进新技术 ？Oh my god， 刘总，您不会真的想要跟苏院长对抗吧？是的，我已经想好了。星辰汽车有很多专利，我相信他一定会主攻高端市场的。目前低端市场是个空白区，很适合我们强势切入。可是刘总，我们如何控制成本呢？苏院长的2款新车搭载的可全是最新科技，放眼整个新能源市场，没人会是他的对手。他心里明白，如果刘总再这样固执下去，很快就要被打脸了。没人会是他的对手。我们柳氏也有自己的科技，也有自己的专利，我们是新能源领域的领头羊，我们凭什么不能成为他的对手？这一次我们也要把配置拉满，争取一经发布便点燃全网的热情。刘总，你真的决定了吗？正在众人说话时，突见一旁的林小丽走了进来。刘总，您看到苏院长那2辆新车了吗？我们柳氏有把握能造出这种级别的车吗？刚才看到 M7 和 S7 那一刻，我差点忍不住想要下单。如果这不是一场技术发布会，而是一场新车发布会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就预定了。面对这种价位的新车，谁能抵挡住诱惑？高密度龙纹钢把安全性能拉满了，投影激光大灯改变了这个价位的新车所带来的科技感，而纳米级金属车漆更是耐磨防晒，完全省去了贴车衣的麻烦。由雷米科技所打造的车机系统更是全车标配。最关键的是，苏晨研发的高性能固态电池直接用在这一批中低端车型上。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新能源的车企能与之对抗？当别人还在为了续航800公里而努力的时候，苏晨的中低端车型已经做到了续航2000公里。消费者又不是傻子，有这种性价比拉满的新车在，谁去考虑其他车型？直接无脑冲就完事了。所以说，柳如烟的新车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林小丽就仿佛已经看到结果了。我看到了，她的设计理念确实很超前，这让我很刮目相看。但是我们柳氏也不差，我们有全球最出名的设计师操刀，一定不会逊于他的。而且我们的新车，我会亲自参与设计，争取能在中低端领域一炮而红。可是董事会那里怎么办？他们只给了你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内你还没把苏院长请回来的话，放心，我会说服他们的。约翰先生，刚才的3项配置，我们的新车能加上吗？刚才的配置，其中有2项是苏先生的专利，我们没办法完全攻克，只能想办法研发一种相仿的配置。比如，我们没法研发出纳米级金属车漆，只能研发出一种比普通车漆质量好一点的金属车漆来代替。在当下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说白了，只能研发出一种噱头而已。真的只能这样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研发出平替的产品。
不可能的。苏先生的每项专利都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在短期内将它研发出来，那苏先生还会被称之为天才吗？而且时间这么紧急，7天之内我们根本找不到头绪，1个星期的时间，别说研发平替产品了，哪怕是让分析这项专利的组成结构，也分析不出来。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苏晨召开新车技术发布会，雷总却在发布会上为粉丝谋福利。然而柳如烟得知后，竟然再次想要模仿专利，并且还要亏本造车。刘总，苏院长好像开始公布价格了。正在柳如烟低头沉思时，突听一旁的林小丽喊了一句，紧接着所有人都抬起头来向前方的投影幕布望去。苏院长，我们雷米科技会在车机系统上打造人车家生态，会为粉丝们朋友们提供最佳的服务。我听说网上有不少朋友都在问我，说以前能连夜说服高管，这次能不能连夜说服苏院长，把价格做到极致，给粉丝们最高的性价比。说着，他调动观众的情绪，笑眯眯地望向一旁的苏晨。苏院长，你说我能说服你吗？雷总，您想说服我，恐怕光靠嘴还不行，还得拿出点实质性的东西。哦，你想要我拿什么？在业界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新能源汽车有3大件：冰箱、沙发、大彩电。众所周知，这是雷米科技的强项。雷总，能不能在我们发布的第一批车中，给大家送点福利？可以啊，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粉丝朋友，直播间也有这么多粉丝朋友，在这种时刻给大家放点福利完全没问题。5000辆怎么样？等下一次新车发布会时，最先下单的5000辆新车，我们雷米科技全部配齐3大件。5000辆能够吗？我们的首批订单至少也会设定在1万辆。这样吧，凑个整数怎么样？前1万辆新车全部配上3大件。既然苏院长都发话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说？你也别忘了你的承诺，得给大家降一点。好，那咱们就降。紧接着，身后的巨屏上瞬间出现了新车的价格区间 ，S7 的价格定在3万到5万 ，M7 的价格则在5到8万。这2辆车全系标配苏晨的3大专利，性价比已然拉到最高。大屏幕上的价格刚刚公布，台底下变成了激动的喊叫声。紧接着，粉丝们激动地鼓起掌来。能用这样的价格买到玄武架构的车身，这简直也太爽了吧！我要赶紧下单订1辆，不然抢不到了。2000公里的电池，这已经足以秒杀一众友商。这种价格，这种配置，绝对是碉堡了。更别说这还是老头乐。毫无疑问，苏晨发布的这2款老头乐将直接改变整个新能源汽车界的格局。而此时，柳如烟正面色铁青地站在会议室。刘总，您没事吧？我没事，看到了吗？我们的对手已经抢占先机，我们必须得紧随其后才行。张总，1周之后，我们能不能召开技术发布会？人家的2款新车已经刷爆全网了，我们还追得上吗？先不说人家的3项专利标配，单是雷总赠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3件套，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你拿什么去赠送？咱们有人家邻居那种合作伙伴吗？怎了？有什么问题吗？有总，没什么问题。不过您确定要跟苏院长打擂台吗？咱们刘氏可不是人家的对手。谁说的？我们柳氏集团是新能源最杰出的车企，怎么就不是苏院长的对手了？咱们是老牌企业，拥有多条生产线，难道说还要向老头乐认输吗？听到柳如烟这句话，众人面面相觑。刘总，咱们的生产线是不比别人差，可是该如何控制成本呢？成本？高端车我们没法控制成本，老头乐也不行吗？反正老头乐又要不了多少专利。现在咱们柳氏已经遇到了最大的难题，要想破局，就得靠大家集思广益，得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行。我同意刘总的话，上2次的研发我们全部失败了，这次我们会尽力的，一定会挽回上次造成的损失。谢谢你，约翰先生。黑科技研发就靠你们的团队了，其他的外观设计和配置搭配交给我们研发部解决。他现在已经急不可耐了，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就发布出1辆新车。刘总，苏院长刚才的配置你已经看到了，你打算做什么配置的新车？什么配置？至少得超过 S7 和 M7。如果我们不能在配置上战胜他们，就翻不起什么浪花。要想在老头乐市场站稳脚跟，第1辆车至关重要，哪怕是赔钱，我们也得做。听到柳如烟的话，
众人脸上皆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要跟苏院长比配置，这不是咨询思路吗？就拿高密度龙纹钢来说，你每造出一辆车，就得给苏院长付双倍的专利费，你打得赢人家吗？不管你如何对配置，最后的赢家都会是苏院长。不说别的，单是专利费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怎了？不行吗？也不是不行，刘总，既然你已经做好了亏本的打算，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了。不管你需要什么配置，我们研发部都能做到。不计成本的行为，那还有什么难度？只要你不用我们控制成本，航空母舰我都能给你造出来，舍命陪君子呗。刘总，您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现在董事会的事情都没解决呢，您又想不计成本的造车，万一我们输给苏院长怎么办？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知道会输？可是苏院长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个天才，每一件事都会做到完美无缺。小丽，你是不是太主观了？他是个天才没错，但他同样也是人。可是刘总，咱们可千万不能得罪苏院长啊！现在您刚刚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当我们的名誉院长，人家可还没答应呢。万一你在这种时候同台打擂，人家还能答应你吗？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想挽救柳氏，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小丽，你不懂高端车的领域，咱们已经没有落脚之地了。柳氏卧龙如果没有苏院长的参与，咱们还能有销量吗？如果没有销量，我们靠什么来生存？眼下来看，我们只有冲击老头乐市场这一条路了。如果成功，我们将稳住柳氏在新能源的霸主地位，成王败寇，在此一举。刘总，苏院长的技术发布会好像还没结束，他好像又在发布一项最新科技啦。什么？还有最新科技？听到林小丽的话，众人大惊失色，连忙转头向一旁的投影幕布望去。他被公司开除后，却获得雷总的100亿投资。就在他召开老头乐发布会时，前公司总裁柳如烟竟然想要和他打价格战。只见发布会上，苏晨对着台下的观众讲述研发中心的最新研发成果。接下来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研发中心于昨日又攻克了一项新技术——纳米级高精度纤维碳素钢，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纳米级碳素钢。这种碳素钢的韧度已经达到了 99.9%， 经过试验检测，在重压之下也不会破裂或者变形。如果把这种材质用在我们的老头乐上，不仅能降低风阻，还能使我们的前后包围更加坚固。苏晨的话音刚落，台底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粉丝们喜爱他的原因。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苏晨总会不断的给大家惊喜。这款纳米级碳素钢刚研发成功时，林总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想把纳米级碳素钢做成手机支架，送给各位尊贵的星辰汽车车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星辰汽车即将亮相慕尔黑车展，到时候只要预定这辆车的用户，随车赠送一个手机支架。另一边，柳如烟望着面前的投影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支架吗？哎呦喂，这你可说错了，刘总，你可能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今天这项黑科技可是苏晨手下的研发中心研究的。说着，他顿了顿，提醒道：“您仔细想想，距离苏晨离开我们柳氏这才多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人家就研发了一项最新的黑科技，这得多可怕！”就是刘总，您可别忘了，像这样的研发中心，苏晨足足有6家呢。6家研发中心，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星辰汽车早晚会把其他的车企秒杀。人家足足有6家研发中心，培养了上万名高尖科技人才。如果每隔几天就有一家研发中心取得新成果的话，那我们还有的混吗？再看看我们柳氏研究院，自从苏晨离开公司之后，直接陷入了瘫痪状态，完全无法运转了。现在大名鼎鼎的柳氏研究院早已经风雨飘摇，没了主心骨，柳氏研究院还存在吗？刘总，您不是喜欢做风险预估吗？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您想要如何预估？按照苏晨所说，好像在 S7 和 M7 后面还会有一辆车。贪多嚼不烂，这对咱们柳氏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好事。听到柳如烟的话，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刘总，你不会是被吓傻了吧？柳大小姐，您没事吧？这也算好事。您是怎么理解的？柳如烟见他不理解，提醒道：苏晨同时发布了2款新车，你们觉得他忙得过来吗？他的星辰汽车才创建了几天，居然连续发布2款新车，这么密集的订单，你觉得他生产得过来吗？当然了，
苏晨背后有汽车工厂，单是这个雷米汽车工厂，年产值就能达到10万辆，更别提他身后还有龙晶汽车的魏总做支撑，就算是订单超过20万辆，人家也能顺利生产。雷米汽车工厂应该是现在业界最智能化的汽车流水线，就算苏晨的星辰汽车卖得再火爆，产能基本也足够了。确实，雷米汽车工厂的确不比我们差，但是我们只主攻一辆新车，用心程度同样也不会比他差。最关键的是，苏晨还得为莫尔黑车展做准备，他肯定没那么多时间顾及新车，这是我们的机会。张总已经不想说话了，他是研发部的高管，自然见识过苏晨的实力。我曾经在打造出六式卧龙的第2个月，便做出了第2代卧龙的计划。以苏晨的经验和能力，别说打造2款新车了，就算是打造6款，也照样不在话下。刘总，既然您已经做决定，那就下令吧。只要您给出定价范围，我马上就和王组长去研发。反正我们就只是干活的，你是老板，怎么说我们怎么听着就行了。是啊，刘总，反正事已至此，您发话吧。苏晨这2款车跟我最早想要定价的范围一样，刚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张总，你对比一下苏晨的新车，看看按照他所给出的配置，我们需要多少成本？好的，刘总，我马上找人去算。既然劝不了这位大总裁，他也不想废话了，还不如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反正就算这位大小姐满盘皆输，也与他无关，他早就有了辞职的心思，大不了跳槽去找苏晨。柳如烟根本不知道张总的心思，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老约翰。约翰先生，我们的最新研发就靠你们了。到技术发布会之前，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至少3个新研发，研发的种类不需要太复杂，只要有个发布会能够出圈的噱头就足够了。毕竟他们的目标是中低端市场，不需要太多的黑科技亮点。好的，刘总，我们一会就去实验室。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柳如烟便回到了办公室。刚坐下没一会儿，秘书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刘总，不好了，苏晨组建星辰研究院了。我已经知道了。对了，柳氏研究院怎么样了？今天还有要辞职的吗？柳氏研究院，刘总，我还没敢跟您说，柳氏研究院现在已经彻底停工了，工程师们都等在自己的岗位上，等着苏晨回归。谁给他们的权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研发工作要做，他们竟然给集团撂挑子。刘总，这不是您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的，上次老约翰研发时，你让大家先停下手里的工作，协助老约翰团队。可那时候是在攻克苏晨的专利，当然要先停下手里的工作了。现在研发项目已经停了，他们可以正常开工了。可是您没赢啊，大家都等着你在辞职信上签字呢。也许他们早就想去找苏晨了。找苏晨？人家苏晨手下人才济济，还用得着他们追随吗？刘总，我觉得要不您还是按照董事会的意思，把苏晨请回来担任名誉院长，我们也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把苏晨请回来？你还没搞明白吗？虽然苏晨没有回应我们，但是很明显，咱们已经没机会了。以前我觉得有机会，是因为苏晨缺资金，他需要同时资助6家科研中心。可是现在这6家科研中心背靠星辰汽车，已经可以盈利了，他不需要再掏这么多钱去资助研发中心。这样一来，你觉得我们给出的条件对他还有诱惑吗？人家已经在成立了星辰研究院，一旦星辰研究院成立以后，他们每研发出一项尖端科技，都会获得各种奖金和补贴，再加上星辰汽车的反哺，人家还需要为钱而发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人家凭什么当你柳氏研究院的名誉院长？你的名誉院长就那么值钱吗？很显然，他宣布成立星辰研究院的那一刻，柳氏集团就已经失去机会了。苏晨回不来了，这可怎么办？这回您怎么向董事会交代？最关键的是，过段时间就是莫尔黑车展，如果苏晨不回来，您拿哪款车去参展？柳如烟找人平替苏晨的技术专利，想凭借蹭新车热度快速出圈。就在柳如烟焦急等待时，项目负责人走了进来。刘总，新车的基本信息已经完成了，请您过目吧。这就是新车的信息，是我们在1周之内赶工干出来的，外观设计赶工，配置搭配赶工，老约翰的研发试验也在赶工。在研发部的众人来看，这就是一辆纯纯的工业垃圾，是为了蹭热度和完任务不得不造出来的一辆新车。柳如烟接过新车的资料看了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疑虑。高品质龙纹钢，
为什么不是高密度龙纹钢？虽然这两个名字相差不大，但是材质上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刘总，我们也想用高密度龙纹钢，可成本它不允许啊。成本？为什么苏晨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刘总，咱们能跟人家苏院长比吗？首先，这高密度龙纹钢就是他带人研发出来的，专利在人家手上。其次，人家手上有完整的供应链，造车成本本来就比我们刘氏要低得多。那我们就能用高品质龙纹钢来忽悠消费者吗？消费者不是傻子，又不是看不懂咱们的文字游戏，就这样的车身品质，我们怎么跟苏院长竞争？还不如直接认输算了。我辛辛苦苦1周时间，在2个部门来回奔波，最后居然得到这样一辆中规中矩的车，如何跟人家苏院长比？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想到这里，柳如烟长呼一口气。预算超了多少？3万。3万。柳如烟闻言顿时愣住了。我们的定价不是跟苏院长差不多吗？为什么预算会超出这么多？因为我们没专利呀。自从你把苏院长裁了之后，咱们的专利费都得付双倍。现在虽说新车只用了2项专利，但是专利费也水涨船高，已经不支持我们追求性价比了。难道说这3大黑科技配置当中就不能有一项不是平替的吗？刘总，一项都不能有，全都需要平替，除非什么？除非你能把苏院长请回来，否则的话，我们的成本只能到这了。这还用你说吗？星辰研究院都成立了，你觉得我们还有希望吗？哪怕是名誉院长，也已经做不到了。刘总说的是，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平替吧，否则的话，我们会亏得血本无归。新车的设计图做好了吗？明天就要举行发布会了，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发布会上，我们需要解析这辆车的优势和性能，这件事至关重要。这些已经完成了，待会我会发到你的邮箱里。对于柳氏集团来说，明天可是个大日子，闭门造车这么久，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溜溜了。对了，刘总，发布会的邀请函您都发了吗？邀请函已经发了，只要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友商或者供货商，我都请到了。那苏院长呢？苏院长，我已经让林小丽给他和雷俊发邀请函了，但是他们好像还没回复，不确定明天会不会来。只要苏晨和雷俊来了，一眼就能看清楚他们的配置。你的每一样黑科技都是人家的平替，拿什么跟人家同台竞技？放心吧，刘总，苏院长会来的。您这么大张旗鼓的召开发布会，友商们肯定都会来看，大家都想来看看离开苏院长之后，刘氏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第二天，柳氏集团发布会上，苏院长，好久不见。很久吗？不是才刚1周吗？1周不久吗？在我看来，似乎已经很久了，久到我们都在这段时间里都努力造了一款新车。对了，苏院长，我上次跟您说的事情还有希望吗？刘总，您说的是哪件事？你忘了上次吃饭时我们说过的。他问的是名誉院长的事情，尽管苏晨没有给他答复，但是他仍旧不死心。哦，那件事啊，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我成立了星辰研究院，已经没机会当你们的名誉院长了。刘总，您现在不是有了老约翰吗？让他当你们的研究院院长不是挺好吗？柳如烟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请老约翰来，只是想做个尝试而已，而且老约翰当时也没答应要当这个研究院院长。本来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把苏院长请回来，只可惜事情却硬生生的被他的自负给搞砸了，现在已经彻底没机会了。对了，刘总，你也要发布新车？怎么着，想跟我的星辰汽车打擂台吗？苏晨见他站在原地发愣，笑吟吟地问道。他怎么都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有这种胆子。我的 M7 和 S7 是为了打响星辰汽车的名号，才特意把利润点降到最低的。你居然敢在这种时候应战，这可是低端市场中超具性价比的2款新车。我是为了品牌的知名度，你为了什么？为了自己那点自尊心吗？我们柳氏已经无法维持高端市场了，所以我想主攻中低端市场。老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吗？知道一些，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刚刚通完电话，你第2天就发布了2款新车。这么说，这还是我的错了。刘总，你知道为了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柳氏集团上上下下付出了多少努力吗？可你倒好，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决定要进军中低端市场，你真当董事会不存在是吧？苏院长，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自从你离开柳氏之后，我们已经没法冲击高端车了，除非要放弃你的所有专利。这么说，离开柳氏也是我的错。柳大总裁，别总怨别人，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
话说完后，他转身朝一旁的雷俊走去。苏院长，这就是柳氏的新车吗？这样的新车没法跟咱们的星辰竞争吧？他们的亮点在哪？我也在找呢，只可惜暂时没找到。不过看看议会的发布会吧，也许人家会把亮点留在发布会上。正在这时，柳氏的新车发布会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柳氏新车发布会，我是柳氏集团的总裁柳如烟。话音刚落，台底下便传来一阵整齐的掌声，这是众人发自内心的掌声，因为他们暂时还没看到新车的配置，对柳氏集团还抱有一丝期待，在大家的内心里都有一项疑问，想看看离开苏晨之后，柳氏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柳氏以前主攻的是高端市场，比如我们的柳氏卧龙一经发布，变成了现象级的车辆，销量一直占据着各大网站的销售榜首。就在不久之前，卧龙还创下了10分钟内售出10万单的记录。苏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柳氏卧龙有你的12项专利吧？是的，雷总，一代卧龙12项，2代卧龙16项。那他们还有钱赚吗？据我所知，他们现在的专利使用费提升了1倍，现在岂不是整个柳氏集团都在为你打工？雷总，您说笑了，我也就赚点生活费而已。就看他们的新车怎么样了。这场发布会对柳氏来说至关重要，这关乎着这个企业的灵魂离开之后，柳氏未来的整个发展方向。柳如烟新车发布，不曾想却惨遭苏晨羞辱。然而新车售价即将曝光，柳如烟能否力挽狂澜？朋友们，继柳氏卧龙大获成功之后，我们柳氏又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新车。这款新车是专门为回馈粉丝们而打造，是柳氏名副其实的性价比之王。我们这款新车名叫柳氏守望，是采用我们的玄武架构打造而成，车身采用了高品质龙纹钢，用一体式压铸技术压铸而成，大大的加固了车身的稳定性。我们的车灯更是采用了市面上先进的自适应激光大灯技术。最后要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车漆，车漆是老约翰团队研发而成，是目前市面上从未有过的镀铬金属漆，漆面明亮闪烁，在阳光下拥有着梦幻般的色彩。而且我们的售价只要39900至59900。朋友们，这样的价格大家还满意吗？台底下寂静一片，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声满意，算是打破了眼前的尴尬。很显然，大家对于这个价格似乎并不满意。看到此时，众多粉丝纷纷转身离开会场，一场发布会在观众们的讨论声中落下帷幕。此时秘书又匆匆地走了过来。刘总，不好啦，网上现在骂声一片，都在骂我们东施效颦。东施效颦，骂就骂吧，总比没人讨论的好。看到新车的配置单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只是当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林小丽没想到他会如此从容，苦笑着问道：刘总，现在怎么办？咱们柳氏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以往柳氏的发布会都是由苏晨负责，每次发布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前来采访。可现在倒好，原本等在这里的媒体们早已经扛着摄影机跑了。还有就是苏院长带着林总去柳氏研究院参观了。什么？走，赶紧去柳氏研究院。刘总，用不着这么急吧？你懂什么？柳氏研究院的工程师本来就在闹辞职，苏院长在这种时候回去，这不是增加他们的信念吗？这个我压根就没想这么多，人家苏院长之前是柳氏研究院的院长，回去看看不是很正常吗？柳氏研究院 ，S Stars， 我的老师约翰先生，好久不见，近来可好？我很好，只是我太想见到您了，我实在想不到在有生之年居然还能再见到您一次，这真是我的荣幸。约翰先生，您之前在柳氏的直播我都看过了，现场研发真是宝刀未老啊。老约翰愣了愣，一脸歉意。苏老师，您的这番话可真是让我无地自容啊！那场直播让我很后悔，我高估了自己，居然敢大言不惭地向您发起挑战，想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哈哈，约翰先生言重了。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研发的理解，没什么我强你弱之分。对于老约翰来说，他的研发能力也不弱，否则的话，手底下的学生也不会受到特拉斯的邀请。只不过相对苏晨而言，他的技术还是嫩了一点。苏老师啊，不，苏先生。老约翰想起苏晨不希望他喊他老师，连忙改口：我能申请加入您的星辰研究院吗？
您的研发让我自愧不如，我愿意当您的学生，跟在您的身后好好学习。什么？加入星辰研究院？您是福尼亚大学著名的教授，而我们星辰研究院是新人的孵化基地，完全不适合您的身份。再说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道：“您可是柳氏集团高薪聘请的专家，我哪能夺人所爱呢？”可是老约翰正欲在说什么，却突听外边传来柳如烟的声音：“约翰先生。”刘总。老约翰看到柳如烟，瞬间呆愣在原地。约翰先生，我们柳氏集团有全蓝星最领先的实验室，一定会让您拥有更多研发成果的。而且您知道呢，苏院长有6家研发中心，每个研发中心都是人才济济，他手下真的不缺人才。老约翰来柳氏只是受了邀请，并没有与他们签订长期的合约，所以柳如烟没法限制人家的自由，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劝导他。当然柳如烟根本不知道，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是若珍宝的老约翰团队，人家苏晨压根就看不上。苏院长，我们能谈谈吗？柳如烟用商量的语气询问道。这次他没有了曾经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变得格外冷静。谈谈，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我想聊聊柳氏研究院的情况。柳氏研究院？那是你们柳氏集团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好聊的？柳如烟叹了口气，无奈道：自从你离开柳氏之后，这100多名工程师每天都在想着法子辞职。我想，他们大概是想去追随你。追随我？苏晨笑了一声，反问道：柳大小姐，你留不住员工，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再说了，他们想不想追随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又不是你爸，无法帮你解决这种问题。可是，他们是因为你离开柳氏，才打算辞职的。我离开柳氏？刘总，是我离开柳氏，还是你裁了我？柳如烟一时之间无话可说，人是他裁掉的，工程师们也是因为这件事才选择辞职的，这些他心里都明白，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刘总，我还是那句话，能留下的那是你们柳氏的员工，而离开柳氏的那些员工，我也有权利给他们留一个职位，毕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没饭吃。柳如烟一怔，瞬间无话可说。很显然，苏晨直接堵住了他的退路，让他没得选择。成年人得学会为自己的过错而买单。苏晨，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是什么时候打算发布新车的？为什么会这么突然？你不是也很突然吗？怎么着，我发布新车还得提前跟你申请一下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么大的发布会，你总得预热一下吧？怎么突然间就举行发布会了？我可没你那么闲，自从创建星辰汽车，我至少有4款新车要发布，我有时间提前预热吗？什么4款？听到苏晨的话，柳如烟瞬间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问号。离开苏晨之后，我们连研发一辆新车都显得如此吃力，甚至发布会才刚刚发布完，网上便差评一片。难道说离开这个少年天才，柳氏真的要陨落了吗？女总裁亲手裁掉的员工，如今却成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谁能想到他只是再回公司看看，公司核心骨干却要集体离职。苏院长，另外2款新车是要留在莫尔黑车展发布吗？你说呢？难道柳氏打算放弃这次机会吗？当然不会，莫尔黑车展是全球最大的车展，而我们柳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公司之一，我们能放弃这次机会吗？你们打算用哪辆车参展？不会是刚才那辆柳氏守望吧？提起柳氏守望这辆车，柳如烟无奈地叹了口气。你也看到了，我本来是想用这辆车跟你打擂台的，谁知道……刘总，你可能忘了一件事，糊弄粉丝就是糊弄你自己，别把粉丝都当傻子。你就拿这辆车来对标我的星辰，我问你，你能找出自己这辆车的优点吗？柳如烟欲言又止，她想了半天，愣是不知道要用哪一项来对标人家。无论哪一项配置都被人家给完爆了，哪怕是车辆的外形也被人家甩出100条街。毫无疑问，这辆新车让他一败涂地。苏院长，我承认我这次是有点仓促，不过这是我们柳氏集团唯一的一条路了，没法使用你的专利，我们就没法冲击高端车，所以只能尝试冲击中低端领域。所以说这件事怪我喽，老子可不背这个锅。话说完，他没管柳如烟，转身向一旁走去。刘总，不好啦，董事们来研究院了。什么？柳如烟怔了怔，顿时愣在原地。董事们？他们怎么来了？难道说又是找我算账的吗？柳如烟皱了皱眉头，赶忙转身向外走去。他想把董事们拦在门外。苏董，您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
苏院长回来了，为什么不派人通知我们？胆怯。他暂时没打算把这件事告诉董事会，毕竟他没有把握将苏院长请回来。刘总，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要不是看到网上的消息，我还不知道苏院长已经回来了。苏董，您别误会，苏院长只是回来参加发布会而已。什么发布会？你这也叫新车发布会？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网都在笑我们柳氏？苏董，邓董，我们发布新车之前是跟董事会申请过的，你们也已经同意了。对，我们是同意了，可也没让你胡来啊。你自己说说，这辆柳氏守望你用了多长时间来设计？刘岩，你能当这个总裁，我们大家都很支持你，可是你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大家失望啊。就是，我们已经给了你足够的信任了，可你一次都没能把事情办成。他们说的自然指的是请回苏晨。在董事会看来，柳如烟是刘董的女儿，不管她怎么折腾，集团都可以容忍她。但是你起码得守住公司的底线。来到集团的第一天，就把集团的大动脉给裁了，这谁能忍得住？最关键的是，你把人误裁也就算了，你倒是把人请回来呀。哎，算了，你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今天过来是想找苏院长谈谈，看看还有没有缓和的机会。听到董事们的话，柳如烟瞬间愣住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董事们集体出动，居然只是为了请回一个被裁掉的员工。对不起，各位董事，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刘总，你把会议室收拾出来，我们请苏院长进会议室聊。好的，我这就去收拾。苏院长，好久不见。哟，苏董，真是想不到，一场小小的发布会，居然把各位董事给惊动了。以往的发布会，董事们基本不会出席，都是在幕后关注。苏先生，是我们对不起你啊！自从您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每天都在盼着您回来。只可惜，苏院长，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聊聊？借一步？苏董，还有这个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苏院长，就当给我们各位董事一个面子吧，咱们一起叙叙旧。他们心里都明白，现在柳氏集团已是风雨飘摇，如果再不把这个小祖宗请回来，他们早晚都要撑不住。会议室，苏院长，关于您被裁员的事情，我们董事会要向您说声抱歉。苏董严重了，你们是集团董事，而我只是一个被裁掉的小员工，没必要向我说抱歉。哎，苏院长，您就别开玩笑了。众所周知，在整个柳氏集团，您的身份和地位比我们这些董事还要高。公司的整条生产线都是由您负责的。现在您离开柳氏，整个柳氏都无法运转了。是呀，苏院长，开除您是公司的失误，我们会想办法补偿您的。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是柳氏的研究院院长了，该补的该退的，人事部已经帮我办了。哎呦，苏院长，瞧您说的，您来柳氏这么多年，一直带着柳氏稳步发展，既有功劳也有苦劳，那点补偿怎么能够呢？就是苏院长，我们已经商量过了，集团必须要分你一些股份。他们曾在董事会上商议过，不管苏院长是否会回来，一定要给他一定的补偿。就算苏晨离开柳氏，可是仍然是新能源领域的王者，要是把他给得罪了，柳氏集团还能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吗？所以说，不管苏院长愿不愿意回来，他们都得想一些补救措施。分我股份，我都离开公司了，还有这个必要吗？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都离开公司了，你还分我股份，这是几个意思啊？老子为集团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来呢？各位董事，想必你们也看到了，我已经创建了星辰汽车，从今天开始，我跟柳氏集团已经没关系了。这个，苏院长，我们知道您创建了星辰汽车，也拿到了雷米集团的100亿投资，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聘请您当荣誉院长。是啊，苏院长，柳氏研究院是您一手打造的，您舍得把它拱手让人吗？
您不需要重回柳氏，只需要当柳氏研究院的荣誉院长就行了。我们会按照您以前在集团的所有薪酬，外加我们董事会让出的股份，当做您荣誉院长的工资。以前是我们疏忽了这件事，让苏院长受了委屈，请苏院长放心，这次我们一定会补偿您。苏院长，您就回来吧，哪怕只在柳氏集团留个名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救救柳氏吧。董事们心急如焚，恨不得现在立刻把苏晨绑在椅子上，只要他能留在柳氏，那柳氏就有重铸荣光的希望。谢谢各位的诚意邀请，只不过我昨天刚刚开完发布会，已经对外宣布了星辰研究院即将成立，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星辰研究院的院长了。很抱歉，没法答应各位的邀请。星辰研究院，这可怎么办？苏院长，您可不能丢下柳氏不管啊！再这样下去，柳氏迟早要完蛋。董事们闻言顿时急了。苏院长，如果我们的条件不能让您满意的话，您尽管提出来。您也看到了，没有您在，连柳氏的工程师们也坐不住了，纷纷提出要辞职。现在我们柳氏已经摇摇欲坠。他前脚被公司开除，后脚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不仅获得了雷总的100亿投资，就连前公司竟也拿出1000亿股份让他回归。苏董，你们提出的条件很诱人，但是已经没办法了。你知道的，我已经给过柳氏一次机会了，是你们没有好好珍惜。是，苏院长说的是，2天是您留给柳氏最后的情面，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抓住机会。苏院长，您不想当名誉院长，我们也能理解，那能不能当研发部的顾问？您也知道的，我们柳氏集团做过一个调查，全网有99%的用户都在期待柳氏卧龙第2代，这是您的杰作，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陨落吧？第2代卧龙，你们不是有刘总吗？让他来设计不就好了？刘总，苏院长，您又不是没看到，现在的柳氏已经被他整的都要垮掉了。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的话，我怕卧龙这个品牌也会被他给毁掉。哦，那就没辙了。卧龙是你们柳氏的品牌，我现在的品牌名字叫星辰。苏董，你觉得我现在回到柳氏当研发部顾问，对我的合伙人公平吗？如果你是我的合伙人，你会愿意我这么做吗？众人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苏院长，看在我们共事多年的份上，就不能给柳氏一次机会吗？是啊，苏院长，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不管您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尽量满足您。苏院长，柳氏不能没有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董事会成员见苏晨不肯答应，连忙站出来打感情牌。不能，该还的我已经还了，你们欠我的我也没兴趣。从今往后，我与柳氏已经没关系了。说完后，苏晨直接起身向外走去。会议室外，柳如烟看到苏晨从会议室出来，连忙问道：苏院长，连董事会都留不住你吗？我早就被裁了，还怎么留？董事会的级别太高了，我一个小小的员工，哪里有资格跟人家谈条件？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干自己的事业吧。苏晨，我承认我输了，我确实没有跟你打擂台的资格。刘总，话不能说得太早，你的新车还没上市呢，万一瞬间火爆全网呢？火不火我已经猜到了，不过输也就输了，我是不会就此陷入深渊的，我会打起精神，再用一款新车来证明自己。哎呦，是吗？刘总，您可千万要打起精神，千万不要一蹶不振，我跟万千粉丝们正一起期待你的新车呢。等着看我的新车，我看你是等着看我的笑话吧。正在柳如烟跟苏晨说话时，突见苏董从会议室走了出来。刘总，您先进来一下，我们有事要跟您聊聊。话说完后，柳如烟向会议室走去。自从苏晨彻底绝了他们的念想之后，他们现在连吃了柳如烟的心思都有。娄总，给大家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在7天内赶出一辆新车？各位董事，想必你们已经了解了，没有苏院长，我们没法使用高额的专利，没法继续攻占高端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策略，抢占中低端市场。这件事是通过了董事会提案的，你们人人都很支持。可是你为什么偏偏选在这种时候开新车发布会？还嫌得罪苏院长得罪的不够彻底吗？我也是没办法，我们刚做初步计划时，苏院长还没有发布新车，那时候我们公司的前途一片光明，我们在中低端市场
是可以杀出一条路的。谁能想到，第二天苏院长就开始发布新车，完全打破了我们的计划，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怕热度会被他抢光，所以才……行了，我们不想听你的心路历程。1周之内研发出一辆新车，柳大总裁，你是真有想法啊？你是糊弄粉丝呢，还是糊弄我们呢？就是7天造一辆车，你真以为你是苏院长啊？这绝对是我们柳氏成立以来最丢人的一次，网上已经骂疯了。以前骂我们是柳氏养老院，现在倒好，直接成垃圾制造厂了。娄总，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参加那档综艺，要不是你开除了苏院长，我们柳氏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吗？赚钱的时候，大家都是笑呵呵，怎么样都好。可公司一旦开始走下坡路，股价一路猛跌，董事们还能忍得了吗？叔叔阿姨们，我承认，我会努力挽救一切的，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咱们柳氏一步步陨落。你挽救？你拿什么挽救？起初我们大家以为你一定会把苏院长请回来，及时为集团止损。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把苏院长请回来，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他的逆鳞。你知不知道，像苏院长这样的少年天才，我们整个新能源领域只有这一个。就是你知不知道，苏院长成立星辰汽车后，对我们柳氏有多大的打击？从此之后，我们将面对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那各位董事们说吧，要我怎么做，你们才能满意？这个嘛，如烟啊，你刚刚来到公司，犯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你得学会补救，得让我们看到你的诚意。就拿苏院长的事情来说，你明明犯了错，裁掉了不该裁的人，却不及时挽救自己的错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这让我们各位董事心里很慌。苏董说的是，现在苏院长已经回归无望，我们得想其他解决办法了。例如你今天的发布会，虽然我们的新车遭到了谩骂和抨击，但是还有挽回的机会。下次新车正式发布的时候，你把各项配置升级一下，换成粉丝们想要的，或许还能保住我们柳氏的口碑。升级？听到邓董的话，柳如烟瞬间愣在了当场。你们话说的倒是轻巧，没有苏院长，我去哪里升级？那3项最核心的技术，专利权在苏晨的手里。说到底，要想改变现状，还是得去求苏院长。如果苏晨不答应的话，柳氏依然没有崛起的机会。在这个日新月异、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行业里，柳氏研究院没有了苏院长，以后如何在行业里混？这对于柳氏的所有高层来说是个巨大的难题。想到这一点，柳如烟长长的叹了口气，兜兜转转，话题千变万化，最后还是回到了苏院长这里。怎么不行吗？邓董和苏董看到柳如烟的表情，皱着眉头问道：行是行，但是各位董事有没有想过，我们该换成什么配置？什么配置？那不是得看研发部吗？这是研发部的事。研发部也得看苏院长的脸色。S7 和 M7 的3项黑科技，全都是苏院长的专利。我们要想给新车升级的话，必须让柳氏研究院有新的突破才行。那就突破呀！你不是请了全世界最棒的团队吗？让他们研发就是了。反正苏院长那里你是别想了，人家不会再回柳氏了。邓董的话说得轻巧，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就算老约翰的团队再厉害，也不可能突破苏院长的专利。他之所以这么说，只是在发泄心中的不忿而已。你明明有正确的路可以走，却非要选择最错的那条，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听到邓董的话，柳如烟脸色变了变。行了，先说点实际的吧。刘岩，明天董事长就回来了，有些事情交给他来处理吧，我们就不便多说了。是呀，留给卢董解决吧，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董事长回来。娄总，以后下决定时一定要万分小心，不能再肆意妄为了。苏院长那里尽量要缓和关系，千万不能闹得太僵了。请大家放心，有关新车的事，我一定会重新想办法的。他只是被公司开除，却成为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不仅获得雷总100亿投资，甚至雷总还为他安排了意外惊喜。离开柳氏集团后，苏晨受雷俊邀请来到酒店。让苏晨感到纳闷的是，雷俊破天荒的来晚了，
他拿出手机给雷俊发了条信息，却收到了这样一条回复：苏院长，我有事耽搁了，海外创投的负责人刚好也是一个人，你们暂时先洽谈吧，我忙完了再来找你们。看到雷俊的回复，苏晨一头雾水。海外创投是雷俊拉来的投资，一向都是由他在接洽，现在突然把这件事抛给我，我怎么解决？我特么哪认识这个负责人？想到这里，苏晨连忙给他发了一条：客户的年龄多少？是男是女？有什么喜好？只可惜这条信息犹如石沉大海，半天也没等到回复。没有别的办法，苏晨只好暂时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没想到他刚坐下不久，旁边便走来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姐姐。你好，我可以坐你对面吗？啊，你是海外创投的负责人？哦，我不是，我叫林书瑶，很高兴认识你。林书瑶。苏晨愣了愣，他本来还以为这个女人就是海外创投派来的，却没想到她居然一口给否决了。你不是来谈合作的？苏晨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他们要洽谈的生意金额已经达到了数千亿漂亮币，不可能派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过来。很显然，林书瑶应该跟海外创投的关系不大。不是啊，我是来相亲的。相亲的？那你应该走错桌子了，我们约的是商务洽谈。是吗？这不是16号桌子吗？是16号桌，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可以确定，他和雷俊约的就是16号桌，他们要谈的是一笔大额投资，不可能把桌子记错。应该不会的。你是苏晨吗？是的，我是苏晨。那就没错了，就是这里。你认识我？苏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看样子这个女孩还真是奔着自己来的，难道说自己被雷总给忽悠了？今天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外创投的洽谈，而是相亲。想到这里，苏晨盯着面前的林书瑶，疑问道：你真是来相亲的？是呀，是爸爸让我来的，说让我们2个人见个面，好好的聊一下。爸爸，雷俊是你爸？不是的，雷叔叔跟我爸没关系，他们只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我爸一直都在国外。哦，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雷俊惦记着当我老丈人呢，老子跟他合伙做生意，他却想当我爸，得亏这件事不是真的，不然的话真就降辈分了。看来你就是我今天要见的客户了。雷俊都跟你说什么了？雷叔叔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们见个面，互相聊一下。苏晨，你是怎么做到的？18岁就成了龙科大的教授，我18岁的时候还在学校上学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那时候得了几个奖项，龙科大觉得对他们有帮助，就聘请我做名誉教授，仅此而已。那也很厉害了。在国外，少年天才虽然也很多，但是像你这么杰出的还从来没有过呢。对了，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找女朋友吗？女朋友？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哪有时间找女朋友？那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你行吗？行啊，我怎么不行？不行，你太小了。我小吗？我不小呀，人家哪里小了？林书瑶闻言，俏脸瞬间红了。苏晨知道他误会了，连忙解释道：我说的是年龄。咱俩年龄也差不多嘛，我只不过是长了一张娃娃脸而已。其实我已经在公司担任职位了。哦，听到林书瑶的话，苏晨恍然大悟，刚才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雷俊很少做这种不靠谱的事情，此刻才反应过来，试探性的问道：你所在的公司是海外创投吗？是的呀，我担任的职位是海外创投的大中华区经理，主要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业务。大中华区经理？怎么，你不信呀？你不也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柳氏研究院的院长？我不是不信，只是我刚才问你是不是海外创投的负责人，你为什么要否认呢？哦，你说这个啊？因为我真不是负责人，我爸爸才是海外创投的负责人，他叫林耀文，是亚太商会的总会长，我只是大中华区的经理而已，负责海外创投的海外投资规划。林耀文是你爸爸？听到林书瑶那云淡风轻的话，苏晨吓了一跳。搞了半天，面前这个呆萌的女孩居然是海外创投的大公主，是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富二代。我和我爸爸都是你的粉丝，很喜欢你研发的柳氏卧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爸爸才下定决心想要投资你的星辰汽车。他说了，现在星辰汽车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黑科技，只要我们一起在海外建厂，保证能畅销全球。是吗？你这么有信心吗？我得先提醒你们，星辰汽车刚刚开始造车，
第一批车还没上市，还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行。虽然能拿到海外创投的资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必须得提前说清楚，毕竟这可是几千亿漂亮币的项目。没事，我们不担心，我们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对了，刚才的事情你还没回答我呢，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女朋友？你们外国人都这么开放吗？我不是外国人，苏晨，我暗恋你很久了，一直都在网上看你的发布会和采访，今天有幸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还是先谈谈合作吧，我觉得这两件事不能混淆在一起。两件事？我觉得这都是一件事。如果我成了你女朋友，那海外建厂的事情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到时候我让我爸多给你投点钱，咱们把无人机工厂也一起建了。正在两人说话时，突听不远处传来一阵干咳声。苏晨抬头一看，只见雷俊远远地从外边走了进来。不好意思，来晚了。雷叔叔，舒瑶，这么早就来了，你们聊得怎么样了？还可以吗？我们聊得挺好的，第一次跟苏院长见面，没想到他如此平易近人，让我有点意外。哈哈，你以为搞科研的全部都像一些老教授那么严肃吗？苏院长很好接触的。雷总，不是说好要见客户吗？怎么变成相亲了？终身大事也很重要嘛。舒瑶是林耀文的女儿，也是海外创投的负责人之一，你跟她见面，不就等于是在谈生意吗？而且你们两个年龄相当，男才女貌，舒瑶又对你有好感，说不定你俩还真能成就一段姻缘。其实海外创投的项目，林先生早就拍板了。今天之所以派舒瑶来，一是想去咱们汽车工厂参观考察一番，二呢，则是想跟你见个面。什么？早就拍板了？你怎么不早说？我要是早说了，你不就不来了吗？男人只是等投资人谈合作，没想到女人竟主动搭讪，不仅要为男人投资，甚至还要做他女朋友。如果我成了你女朋友，那海外建厂的事情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到时候我让我爸多给你投点钱，咱们把无人机工厂也一起建了。对了，苏晨，听说柳氏的老董事长就要回国了，你知道这个消息吗？老董事长，你关心这个干嘛？我这不是害怕有情敌吗？我可听说了，老董事长对柳如烟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开始是有意要撮合你们的。这重要吗？你堂堂海外创投的大小姐，为了见我一面，不惜拿出几千亿美元的投资，这有点过分吧？这有什么过分的？我这个人很拎得清的，商业和私人事情我从来都不会搅和在一起，我可不是恋爱脑。你看看柳氏集团的刘总，从他的凄惨表现就能看出来，我这次代表海外创投跟你合作，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反观柳氏的处境，那才是真的惨。估计现在老董事长回来之后，少不了要对柳如烟这个始作俑者大发雷霆。另一边，柳如烟办公室的，您过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我也好去接您。不用了，别耽误你上班。如烟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不仅得罪了苏院长，还导致专利费上涨，就连生产的汽车也只能暂时用平替的配置来代替。糊涂啊，如烟，你这不是在糊弄消费者吗？你看看人家苏院长的 S7 和 M7， 跟你是一个时代的车吗？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抢市场？可是的，我也没想到苏院长会这么快发布新车，而且还同时发布了2款新车，一下子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既然人家先提前发布了，你就不该执迷不悟。如烟，爸爸可以接受你的一切失误，但是董事会不能，你知道吗？你得明白这一点。是的，爸，我明白，我知道错了。当初我在第一时间就通知过你，让你请回苏院长，你为什么没听我的话？我去找过苏晨了，只不过你当时不仅没把苏院长请回，还找来一个老约翰，是不是？柳如烟一时语塞，被对得无话可说。如烟啊，任性也要有个度。你知道爸爸对你寄予多大的厚望吗？我原本以为你来到公司之后，能跟苏院长齐头并进，两人能把柳氏集团带到更高的位置。可你呢？你是怎么做的？集团股市蒸发几百亿，专利费变成双倍支付，柳氏卧龙第2代陷入开发绝境。的，我知道错了。柳如烟叹了口气，如果我知道公司会有这一天，我肯定不会再这么任性了。现在知道后悔也晚了，苏院长已经不会回来了，
还是先想想该如何解决面前的难题吧。对了，我听说您跟苏晨的关系很好，您现在回来了，如果您亲自去请，怎么着？你还想让我舔着这张老脸去找苏院长吗？对不起，是我想多了。如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脸面？做人要给自己留一线，不能做得太过分了。我跟苏院长的确有交情，但这并不是我为难人家的理由。如果我舔着脸去请苏院长回来，这不是诚心要为难人家吗？且不说人家会不会给我面子，就算他给我面子，我有脸答应吗？柳如烟闻言，脸色瞬间白了，因为她知道父亲说的都是事实。如烟，你知道吗？你为我们柳氏惹下大麻烦了。我听说海外创投的负责人正在与苏院长洽谈，很有可能要为他投资数千亿美金。什么？数千亿？还是美金？听到他父亲这样说，柳如烟瞬间傻眼了。这是个什么概念？如果说雷俊为他投资100亿，已经是轰动新能源领域的大事，那海外创投带来的多达几百倍的投资，就足以让全世界都跟着震上一震了。毫无疑问，他将正式引领整个时代的。我没听错吧？真的是几千亿美金吗？你说呢？从今天开始，整个世界的新能源格局都要发生改变了。如烟，是你促成了这一切。我知道错了，您就别损我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会改变柳氏现在面临的一切，带着柳氏走向未来。有梦想是好事，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实现。你倒是跟爸爸说说，你想如何来改变柳氏的困境。现在我们刚刚打开海外市场，如果主攻海外市场的话，肯定会为柳氏带来不小的市场份额。我们今年主外辅内，一定会解决面前的困境。你的想法没问题，但是你最终不是还得靠着苏院长才能站稳脚跟。如烟啊，我以为你拿了双硕士学位，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加成熟，没想到你完全没法跟苏院长相提并论。原本我还以为你能跟苏院长有所发展，还梦想着让苏院长当我们柳氏的掌舵人，没想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是不合适，我们柳家根本就配不上人家苏院长。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吧。虽然什么叫妄自菲薄？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我们柳氏集团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苏院长。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海外创投的大小姐应该已经跟苏院长见过面了。海外创投的大小姐您的意思是？他好像已经明白了什么。从今天开始，他已经没资格再去说3到4了。很显然，海外创投的规模根本就不是他们柳氏能比的。我的意思是，你能跟人家海外创投的大小姐相比吗？人家都主动跑去跟苏院长相亲了，你还觉得自己是妄自菲薄吗？柳如烟闻言，心里顿时浮现起一股无力的感觉。这一回，他彻底被击溃了。海外创投和星辰汽车联手，这代表着他们柳氏集团将再无翻身的机会了。普通的油漆只是为了美观，而男人研发的油漆不仅坚不可摧，甚至还能提升车辆续航。林书瑶在苏晨的带领下，正在参观他刚建造的实验室。虽然星辰研究院还没竣工，但是实验室和其他场所却全部都建造完毕了。工程师们已经投入工作了，研发一直就没停过。这些研发人员都是从我的6家研发中心调来的，比如纳米级碳纤维和固态电池等等，都有他们的参与。哇，这也太厉害了吧！苏晨，你是不是从几年前就已经在筹备了？1年6000万，无偿捐赠，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过以后你就苦尽甘来了，这6家研发中心会源源不断的为你提供高尖科技人才。苦尽甘来也差不多吧。现在其实研发中心已经开始盈利了，我现在不仅不需要无偿投入，甚至已经开始赚钱了。以研发中心现在的成果，已经足以获得高额的利润了。就拿固态电池来说，这可是个非同寻常的研发。等固态电池正式量产之后，每卖1辆车，研发中心就能收到一份利润，这是一份长久且可观的收益。固态电池，这可是整个行业的革新啊！林书瑶想起现在常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和3元锂电池，心里充满了疑惑。我听说你打算将 S7 和 M7 的公里数提到3000。目前 S7 和 M7 最高配的车型，纯电续航将超过3000公里。要知道，这2辆车可是中低端车型，就连柳氏的卧龙系列，最高续航也不过只有1000公里而已。天哪，3000公里！
你简直是这个行业的风向标。如果你更新了新的车型，那其他友商就只能跟着你一起更新。看来未来的新能源领域要变得更卷了。卷一点不好吗？车企之间越卷，就越能促进行业的发展，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说得对，谢谢你，苏晨，是你让我得到了海外创投的认可。这次的项目有可能会让我一战成名。投资星辰汽车的项目是我主动提议的，所以公司内部在做过市场调研之后，对我的提议相当满意。如果这次他们能跟星辰汽车达成协议，将新能源汽车畅销全球的话，恐怕我真要一战成名了。谢我干嘛？咱们的项目可还没正式开始呢，你就这么自信吗？当然，你可别忘了，我是你的疯狂粉丝，你打造的新车，连我都抵抗不住诱惑，更别提那些普通消费者了。对了，我能看看你为慕尔黑车展准备的新车吗？新车？不行吗？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不介意的。也没什么不行的，毕竟你是星辰汽车的投资商，看看新车也无可厚非。但是有句话我得先提醒你，就算你爱上这辆车，在慕尔黑车展之前也是买不到的，你得等。不是吧？这辆新车这么厉害吗？你越是这样说，我的心里就越是痒，恨不得马上过去参观一下。苏晨，与柳氏卧龙相比，它的性能怎么样？会更强吗？柳氏卧龙，它们本就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完全没有可比性。只要它亮相，必将引领整个慕尔黑车展的风潮。说完，苏晨带着林书瑶向一旁的站台走去。只见站台前停放着一辆崭新的新车。这……林书瑶看到面前的新车，已经彻底傻眼了，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面前的这辆车，仿佛是来自于未来。这就是你的新车吗？太美了，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车。林书瑶转头望着苏晨，眼神里难掩崇拜的神色。苏晨，你也太厉害了吧！光是 S7 和 M7 就已经够让人震撼了，结果你还藏着一辆车，很难想象，如果这辆车带到慕尔黑车展的话，将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到时候估计整个车圈都要跟着震上一震。怎么样，这辆车能拿得出手吗？能，太能了！我敢向你保证，这辆车必然会在慕尔黑车展上登上王座，谁也不是它的对手。我还没介绍它的性能呢，你就如此武断？当然了，先不说性能，光是这极具科技感的外观就足以让粉丝们沦陷了。毕竟是深受众人爱戴的苏院长，能打败你的估计也只有你自己了。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能打破卧龙的销售神话。这辆无论是外观还是性能，毫无疑问，柳氏最后的遮羞库也即将不保了。即使第二代卧龙能成功上市，也完全不是星辰汽车的对手。卧龙使用的是纳米级金属漆，跟这辆车差了一个时代。这辆车使用的是智能纳米涂层。说着，他指着新车漆表面道：这种纳米涂层是我们研发中心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收集太阳的光射，将其转化为电能，用来增加固态电池的续航里程。太阳能发电。听到苏晨的话，林书瑶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我只听说过太阳能发电板通过吸收太阳的光照来发电，还是第一次听说漆面涂层也能发电。如果一辆电车还能实现太阳能转化，岂不是能让它的续航发生质的飞跃？最关键的是，这辆车不需要背着一块重重的太阳能发电板，不需要承受发电的辐射，只需要利用纳米级漆面涂层就能实现光能回收。这得引起多大的轰动！毫无疑问，这辆车将改变整个新能源领域的发展方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所有的新能源都得用上这种技术。当然，前提是他们得购买苏晨的专利。拥有这项专利的苏晨，就算只坐在家里收专利费，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太不可思议了！看来我得让我爸把投资计划提前了。我们的海外建厂计划必须得提前开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苏晨可能就不缺我们这点投资了。苏晨，你不愧是我选的男人，我越来越崇拜你了。他前脚被公司开除，后脚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不仅获得了雷总的100亿投资，甚至连海外创投的千金都对他芳心暗许。苏晨，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实在太棒了。如果这次我没有投资星辰，不敢想象我们将会错过多大的风口。的确如此，如果没有你们投资的话，我们最多晚半年开启海外市场，只要前面几辆新车发布，我们是不缺资金的。是啊，所以我才说，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直接抓住了这个最关键的风口。对了，苏晨，你跟那个柳如烟还有联系吗？柳如烟早就没联系了，怎么了？我看网上有人说你们两个好像是情侣关系。网上的八卦你也信？如果我们是情侣关系，我还会离开柳氏吗？那你们真不是？你知道吗？我曾经因为这件事吃醋吃了好久。吃醋？咱们之前又没见过，有什么好吃醋的？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你啊，你也说了，那么多女孩暗恋你，我就不能是其中一个吗？你可是海外创投的大小姐，你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会关注到我们这种普通人吗？苏晨，你可不是普通人，你可是福尼亚大学最高奖项的获得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人是你的对手。直到现在，你的获奖记录仍旧被记载在福尼亚大学的荣誉墙上。这么说，你去过福尼亚大学？我虽然不是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但是也在那里做过学术交流，有关于你的传说都是在那里听说的。不过你在那里的名字好像不叫苏晨。的确不叫苏晨，看来你对我了解的确实不少。想不到吧？都跟你说了，我是你的头号粉丝，要是对你不了解的话，我敢向总公司提出数千亿的投资申请吗？正在两人说话时，突听苏晨兜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老董事长。苏晨瞬间皱起了眉头。喂，苏院长，好久不见。刘董，好久不见，您的海外旅程怎么样？还顺利吗？哎，别提了，哪还有什么旅程，还不够操心受罪的。苏院长，真没想到，我那个宝贝女儿居然会把您给裁掉了，我这张老脸都快让她丢尽了。没事，董事长，现在不是也挺好吗？柳氏有老约翰坐镇。对不起，苏晨，我得真诚的向您说声抱歉，我们柳氏给您添麻烦了。这段时间以来，网上全是有关于这件事的舆论，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刘董，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您没必要向我道歉。现在我已经成立了星辰汽车，你们也聘请了新的研究院院长，这不是挺好吗？挺好。柳巅峰闻言瞬间傻眼了。柳氏聘请了新的研究院院长，就那个老掉牙，整天追着您喊老师的老约翰，也配跟您相提并论吗？他没资格做您曾经的院长位置。苏院长，说起星辰汽车，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创建星辰汽车，从此之后，新能源领域也算有了领头羊了。我相信您肯定会带领我们新能源行业走向更高的巅峰。刘董言重了，我们星辰汽车刚刚成立，哪有这么大的能力？苏院长，在我面前您就别谦虚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在整个新能源行业里，谁也不是您的对手。对我来说，柳氏研究院的院长只能是苏院长，也只会是苏院长。苏晨没想到柳巅峰会说出这种话，别有意味地问道：“董事长，您这是在将我的军啊？”没有，绝对没有。苏院长，我们自己闯下的祸，就得由我们自己来承担。柳氏做了这么多对不起您的事，我哪还有脸请您回来？就算您给我这个面子，答应重新回到柳氏，我也没脸答应啊。柳巅峰是知道分寸的，知道什么叫做做人留一线。如果这种时候他还舔着脸来请人家，那以后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想到这里，柳巅峰叹了口气道：“过去的事情就先不提了。苏院长，我听说雷总为您投了上百亿，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汽车工厂吗？”对苏晨的新公司，他还是很感兴趣的。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把苏晨当成是他未来的女婿，也曾有心想要撮合柳如烟和苏晨。只是经过最近柳氏发生的事情，柳巅峰才彻底死心了。尤其是听说海外创投的大小姐来了之后，他更加摒弃了自己的想法。无论是从家世上，从才华上，也或者从情商和人品上，有一点能跟人家相提并论的吗？既然当不成女婿，那就当朋友吧，反正不能当敌人吧。当然可以了，刘董，星辰汽车永远欢迎您的到来。柳巅峰没什么恶意，他只是想来看看星辰汽车的规模而已。这对苏晨来说不算什么大事，离了他这个苏院长，柳氏新能源将逐渐陨落，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谢谢苏院长，希望我们两家企业以后可以共同发展，共同为新能源汽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柳巅峰刚刚挂断电话，便见柳如烟从门外走了进来。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了？苏院长他还有回来的可能吗？你说呢，如烟？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你都忘记了吗？
就因为你的任性妄为，我都没脸跟苏院长通电话了。刚才苏晨只是试探性的回了他一句，就让柳巅峰汗颜了很久，请人家回来，他豁得出这张老脸吗？爸，我知道错了，现在还有补救的方法吗？董事会一直盯着我不放，我得给他们一个解释。行了，这件事我来处理。柳巅峰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刚想训斥他几句，秘书却走了进来。刘董，董事会成员来了。董事会这么快就来了？听到秘书的话，柳巅峰瞬间皱起了眉头。董事会成员为何而来？懂的都懂。让他们进来吧，该面对的早晚都要面对。好的，刘董。他前脚被公司开除，后脚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然而前公司老板得知后，为了能让我重回公司，竟拿自己女儿做交易，接上级、董事会众人便一股脑的走了进来。董事长，您回来了，进来可好？还好，最近集团发生这么多事，让各位董事费心了。哎呦，哪里，董事长，您年龄大了，想要扶持一下如烟，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如烟是商学院毕业的，又是双硕士管理学学位，我们大家都对他相当认可。只是说到最后，苏董没有把话说下去。你们的想法我都知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如烟的确闯了不少祸，我为他的过失向大家说声抱歉。哎呦，瞧您说的，董事长严重了。就是董事长，这件事不是您的错。股东们听到柳巅峰的话，纷纷开口回应道，不管怎么说，柳巅峰终究是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他们这些董事会成员只能老老实实的看刘董的脸色。各位，作为集团的董事长，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解决。这董事长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集团成立这么多年，大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就是了，您也不用怪娄总。是啊，刘董，如烟刚刚接手公司的事务，有个小失误也是难免的，只要想办法补救回来就行了。各位倒是说说看，这件事该如何补救？董事长，您也知道的，咱们柳氏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柳氏研究院，而柳氏研究院最核心的人物就是苏院长。如今苏院长被裁了，那咱们集团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是啊，刘董，自从苏院长离开柳氏，咱们集团全面崩塌，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现在您已经从国外回来了，可得想想办法救救咱们集团。很显然，董事们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请回苏院长。尽管他们知道苏晨创立了星辰汽车，也知道苏晨创建了星辰研究院，可是他们仍旧对董事长抱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曾经老董事长三顾茅庐，能用诚心打动苏院长，现在就能为女儿赎罪，再把苏院长请回一次。你们说的我都能理解，但是苏院长已经自主创业了，不可能再回我们柳氏了，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刘董，咱们可以不请苏院长回来，但是这关系咱们得维持住啊！依我看，您不如直接当个媒人算了。如烟也老大不小了，不如给他和苏院长撮合一下。如果成了一家人，这件事不就解决了吗？一家人，你想的倒是挺美。你以为我没考虑过这件事吗？我早就想让苏院长当我的女婿了，可是我柳巅峰有这个资格吗？听到柳巅峰的话，众人全都愣在了当场。你怎么会没资格？你可是柳氏集团的董事长啊！如果连你都没资格，那谁还有资格？实话告诉你们吧，海外创投已经打算给苏院长投资了，前来跟他谈合作的正是林耀文的女儿。林耀文的女儿？林耀文是什么人？那是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是亚太商会总会长，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他的女儿跟苏院长凑成一对，那岂不是强强联手吗？娄董，我没听错吧？你说的是那个亚太商会的总会长吗？全球还有几个海外创投？这可怎么办？娄董，您得想想办法，咱们柳氏不能没有苏院长。现在请回苏院长几乎是不可能了，除非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想做这种美梦吗？刘董，您说的我们都明白，但是咱们得想办法努力啊。是啊，如果没有苏院长，我们柳氏绝对撑不了多久。
这么说吧，我们完全在依赖苏院长的技术，没有他的授权，我们连新车都造不出来。等等，苏院长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去哪里找啊？为了如烟的幸福，您得创造机会，争取把他给抢回来。柳巅峰见他们一个个的慷慨激昂，皱眉问道：“你们是听不懂我的话吗？先不说有海外创投的大小姐从中阻拦，就算是我去找人家苏院长提亲，人家会答应吗？我知道，因为苏院长的事情大家都很急，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在董事会上你们通过了我那份提案，现在柳氏集团还会遇到这种难关吗？”听到柳巅峰的话，众人瞬间哑然无声，他们心里都在心虚。苏晨拒绝了他们的股份，而且将其余的精力全部投身于那6家研发中心当中。也正是因为苏晨当年的远见，所以才会有现在星辰研究院的规模。怎么都没话说了？是，这件事的确是如烟处理的有问题，我们得承认。不过各位仔细回想一下，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要不是你们鼠目寸光，会出现今天的事情吗？我们柳氏集团从上到下全都对不起苏院长。如今你们让我拉着这张老脸去请回苏院长，你们觉得苏院长还会回来吗？确实如柳巅峰所言，他们太鼠目寸光了。当年为了那点股份，损失了一个少年天才，直接把柳氏集团推到了悬崖边。楼董，当年的确是我们的错，可是咱们得想想办法呀，不能看着柳氏就此陨落。现在我们柳氏没法冲击高端车领域，得付高额的专利费，中低端车型又被骂得这么惨，总不能暂停运营吧？是啊，刘董，当今之计是想各办法先渡过难关，我们柳氏得保住自己的地位。办法嘛，也不是没有。既然我们做了对不起苏院长的事情，就得自己咽下这个苦果。从现在开始，立刻恢复所有高端车的生产计划，柳氏卧龙也全面生产，哪怕付出再多的专利费，也不能停止运营。听到刘董的话，所有人都傻眼了。所有高端车都恢复生产，那柳氏集团岂不是全都在为苏晨打工？如果要付双倍专利费的话，那柳氏集团的所有车型利润率几乎都变成0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先这样，就当弥补我们当年欠苏晨的吧。只要不是负增长，对于现在的柳氏来说，都算是一种胜利。按照我们往年的财报来看，每年至少要为苏晨创造几十个小目标。这哪是专利费啊，这是名副其实的印钞机呀！对于这件事，各位有什么异议吗？没有异议了。楼董，您是董事长，我们都听您的。不过这专利费实在是有点高，您跟苏院长关系这么好，您看能不能？不能。还没等苏董把话说完，便被陆巅峰给打断了。我跟苏院长关系再好，也谈不到金钱的份上。我跟你关系倒是很好，你愿意把你的股份无偿送给苏院长吗？如果你愿意，那我就去谈。他前脚被公司开除，后脚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不仅导致前公司损失上百亿，就连每年1000亿的利润，如今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苏晨，新车的车机系统是雷米科技联合研发的吗？没错，车机系统是林总负责的。苏晨从旁边抽出一张宣传手册，递到林书瑶手上。林书瑶瞬间瞪大了眼睛。人车加互联，6级智能驾驶辅助。天哪，我没看错吧？据我所知，大部分车企的智驾系统还停留在2级和3级，全图智驾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普及。可是你的新车居然达到了6级。苏晨，这6级的智驾是什么情况？你的汽车能自己跑了？汽车自己跑，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1年前就掌握这项技术了，现在我们研发的是6级全自动驾驶系统。未来的新能源汽车根本不需要人为操控，只需要轻轻点一下手机，车辆就能自动行驶。你可以用它取快递、取外卖、去公司里取文件，车上不需要有人看管。林书瑶闻言彻底傻眼了。全自动无人驾驶，那岂不是进入赛博朋克的世界了吗？难道说从现在开始，新能源汽车就要改变世界的格局了？当然，现在的规定还不允许车辆实现无人驾驶，这需要在科技彻底成熟之后才能获得准许。不过我们已经提前申请了，相信用不了多久，这项科技就能彻底实现。苏晨，能说说你们的研发成果吗？你们的6级智驾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嘛，
具体的数据得到慕尔黑车展才能正式宣布。不过，鉴于你是我们星辰汽车的海外投资商，我可以提前向你透露一点信息。真的吗？太好了！还记得新车车顶的激光雷达吗？记得。别人的雷达集成的都是128个独立激光器，而我们的激光雷达达到了360个。什么？360个？新车的雷达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吗？我的天，我已经不敢想象了。苏晨，有个问题在我心里沉寂了很久了，我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总裁，居然把你这样的超级天才推到我们的面前，她到底是有多想不开？她现在跟雷俊一样，都有了想要给柳如烟送锦旗的心思。怎么，你很好奇吗？当然了，我看过那场直播，也知道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只是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把你请回去呢？换成是我的话，哪怕是跪，也要把你跪回去。夸张了吧？我可没夸张，我说的都是事实。因为要投资星辰汽车，我对柳氏集团做过详细的调查，我发现自从你离开柳氏之后，柳氏集团的股票直接蒸发了上百亿，这可是很严重的集团危机。可是集团的危机都如此严重了，他作为公司的新任总裁，居然仍旧无动于衷，不仅没把你请回去，反而还从国外请来一个老专家，真是让人不理解。那你倒是说说看，如果你是柳如烟的话，你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林书瑶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这对他来说能算是个问题吗？如果他是柳如烟，绝不会发生这种裁员的事情。就算是发生了，他也会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有错就改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找你，把整件事情都好好解释清楚。如果我让你当众道歉呢？那就道歉啊，哪怕是你要让我以身相许，我都会答应的。以身相许？合着你在这里等着我呢？说到以身相许，我差点忘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为了要做你女朋友。苏晨看了他一眼，刚要说话，却突见雷军从外边走了进来。舒瑶，参观的怎么样了？哎呦，雷叔叔，您怎么这时候来了？我正跟苏晨说正事呢。他刚才正想听听苏晨的回应，却没想到居然被雷俊给打断了。哈哈，要不我先出去。别，我们跟您开玩笑呢。雷叔叔，刚才苏晨带我参观了你们最新研发的新车，那辆车实在太让人震撼了。相信未来的慕尔黑车展，你们一定会吸引住全世界的目光。哈哈，还不错吧？自从跟苏院长合作以来，我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而且我们雷米科技也取得了不小的突破。我敢保证，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牛的智能驾驶。我们研发的6级的支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这个刚才苏晨已经介绍过了，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居然自研了最新标准的顶级芯片。对于车机和支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芯片和算法。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技术早已经超越了支架的范围，未来我们可能会先研发无人驾驶技术。雷叔叔，我太庆幸能跟你们合作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星辰新能源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要不是有幸能跟苏院长合作，我也仍旧在做井底之蛙呢。说着，雷俊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对苏晨道：对了，苏院长，我刚收到消息，柳氏集团要重启高端车的生产线了。从今天开始，第2代卧龙的计划也将会一同重启。第2代卧龙？恭喜你啊，苏院长！从今天开始，整个柳氏都将要为你免费打工，这双倍的专利费，保证能让您日进斗金。柳氏真的重启高端车计划了？苏晨有些疑惑地看着林军。是的，苏院长，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没想到老董事长居然会有这种魄力。如果柳氏重启高端车计划的话，短期内根本没什么盈利，但是可以短暂的稳住集团的发展。我的天，柳氏集团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柳大小姐闯下的祸，最终还是让老董事长买单了。舒瑶，你现在知道自己的选择有多正确了吧？跟苏院长合作，这是我们的幸运。你知道业界有多少人渴望这一刻吗？雷叔叔，我可是苏院长的头号铁粉，巴结他都来不及，肯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合作机会。对了，苏院长，明天的技术博览会，我们要不要带着舒瑶一起去？技术博览会？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林小姐，你刚来这里，得好好休息2天吧？有时间去看博览会吗？当然有时间了，我现在是亚太地区的总负责人，总得跟着你开开眼界吧。
再说了，你现在可是关注度最高的大红人，我得跟着你沾点光，给我们海外创投也增加一下知名度。哈哈，你这丫头，那明天的技术博览会你可别迟到哦。放心吧，雷叔叔。柳如烟想通过研发的新技术翻身，不曾想这次却又遇意外，不仅让自己当众出丑，甚至连他父亲都感到羞愧难当。博览会现场，苏院长，请问这次的技术博览会，您的星辰汽车会带来多少新科技？能提前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多少新科技？我只能说，绝对会超乎大家的想象。只要大家前往星辰汽车展台，保证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还有更多惊喜吗？女主持人露出花一般的笑容，对着镜头说道：“大家都听到了吗？苏院长已经说了，本次的博览会一定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惊喜，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苏院长，听说您跟雷总共同研发了6级的智驾辅助系统，这是真的吗？”“对，是真的。我们星辰研究院已经研发了最新的纳米芯片，能够让激光雷达的功效增加2到3倍，智驾的等级已经达到了6级。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车机交互展台，那里有智驾的技术展示。”苏院长，现在有小道消息说星辰汽车已经正式跟海外最大的投资公司海外创投合作了，将会在国外建厂，这件事是真的吗？没错，海外创投已经与我们达成合作，拟投资数百亿美元。因为这件事情刚刚谈妥，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对外宣布。正在此时，柳巅峰带着柳如烟来到会场。好像是苏院长。能在展厅吸引到这么多人的，恐怕也只有他了。现在你知道苏院长的影响力了吧？知道了，爸。你呀，真是不识好歹。看来我们柳氏的展台只能门可罗雀了。失去了苏院长，我们柳氏还有什么新技术？能去我们展台参观的人，只不过是想看个笑话而已，没人会在乎我们是否有新技术。我这次带来了3项新技术，相信肯定会在博览会上争得一席之地的。3项新技术，哪3项？这次的博览会，柳巅峰是全权交给柳如烟去处理的，毕竟他对柳氏也没抱什么期待。失去苏院长之后，我们柳氏还能有什么新技术？在老约翰团队和软件工程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在智驾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现在市面上不都是2级的驾驶辅助吗？我们柳氏现在已经突破3级了，相信在这次的博览会上，我们一定会拔得头筹。拔得头筹？就我们当前的技术影响力，你觉得能比得上苏院长吗？当然，我已经调查过了，目前市面上没人能超越我们的智驾技术，包括苏院长的星辰汽车。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万一苏院长的技术比我们强呢？不可能，苏院长这次上报了至少10项新技术，他每天要忙的事情那么多，肯定没时间突破智驾系统。在参展之前，柳如烟确实做过调查，目前市面上没人申报比他们还要先进的智驾技术。你确定吗？如果真如你所说，那这倒是我们柳氏的一个机会。只要不是跟苏院长做竞争，那我们或许还有一丝活路。当年苏晨是我3顾茅庐请回来的，最知道苏晨的实力。如果他出手的话，没有任何车企会是他的对手。既然你已经做过调查，那就以智驾作为宣传策略吧。现在我们除了苏院长的专利外，哪还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好的，您放心，这一次我们柳氏一定会赢回口碑，让 L3 智驾成为我们柳氏的代名词。您好，刘董，能简单的采访您一下吗？好的，没问题。谢谢刘董。女主持人闻言，连忙把话筒递过去。请问刘董，对于新任总裁把苏院长开除的事情，您是什么看法？或者说，您心里作何感想呢？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直接把柳巅峰给问沉默了。我作何感想？我能作何感想？我自己委以重任的女儿，竟然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你让我怎么回答？柳巅峰面对镜头，强压心中的不耐。裁掉苏院长，这是我们柳氏集团最大的损失。虽然这只是个误会，但是却让我们柳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为柳氏集团的董事长，我在镜头前要真诚地向苏院长说声抱歉。女主持人再次询问道：刘董，今天是新能源技术博览会，我们都知道柳氏集团曾是新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能向我们透露一下柳氏要展示的新技术吗？这个嘛，当然可以。说着，他转头望向一旁的柳如烟。刘总，你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吧。柳如烟闻言，瞬间愣住了。他现在很怕面对镜头，唯恐媒体们问出有关苏院长的问题。不过，有了柳巅峰的命令，他也不敢推辞。大家好，今天我们柳氏集团为大家带来了业界
最顶级的智驾系统，已经远超业界的2级驾驶辅助，达到了3级的标准。3级智驾系统。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沉默了。女主持人拿起话筒，一脸惊讶地问道：“刘总，我没听错吧？您说的是3级吗？”“是的，没错。”“可是，刚刚苏院长好像也宣布了智驾系统，他们的智驾已经达到了6级的标准。”“什么？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此时，柳巅峰脸色铁青地站在那里，正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如烟，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苏院长不会研发智驾系统吗？柳如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废物！行了，先闭嘴。有关公司的事情，我们回去再说。你先跟我去见苏院长。见苏院长。柳如烟闻言顿时慌了。柳巅峰说过，要让柳如烟当着他的面向苏院长道歉。今天这么多媒体记者都在，实在不是个好时机。不过这件事也由不得柳如烟。在柳巅峰那气愤的目光下，他只好老老实实地跟了过去。苏院长，请问您旁边这位是？听到女记者的询问，苏晨笑着介绍道：“这位是海外创投的大公主，也是海外创投亚太地区的总负责人。”众人听到苏晨的话，顿时吓了一跳。海外创投的大公主，那不是传说中的投资世家吗？这可是超级豪门啊！听说大公主继承了父亲的投资天赋，自从毕业之后百投百赚，从来没有失手过。看不出来啊，这位大公主可比柳氏那位大小姐优秀多了。不得不说，大公主跟苏院长才是郎才女貌，两人门当户对，估计网上有不少人要磕 CP 了。很显然，跟柳如烟相比，林书瑶要更有观众缘。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外创投的林书瑶，很荣幸能跟苏院长合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星辰汽车一定会走向全世界，创造出惊人的销量神话。